艳丽的牡丹，清新的荷花，憨态的小鸭，优雅的白鹭。您也想画出如此生动的作品吗？那就请您跟刘存慧老师学画写意花鸟画吧。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32字里边的第6个内容：虚实关系。刘存慧，国家1级美术师，北京市特级教师、教授，现为中国民族画院副院长、北京诗白艺术研究会会长、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朝阳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画研究会理事。师从娄师白先生，擅长写意花鸟画及山水画，尤以画风雨为佳。拿什么来讲呢？拿莲花的层次变化讲。首先我介绍一下毛笔，今天用的毛笔，1号的就是大毛笔2支，中号的2支，勾线笔1到2支，其他小笔您任选1支。颜色呢，还是按照我们原来的常规颜色准备。下边中号笔先拿起来，拿起以后，我们先在旁边调色盘看看水多不多，多就把它挤一挤，翻过来挤一挤，然后调白。我们表现的是莲花的层次，白色不可少，并且层次可以体现在由虚到实上，所以我又蘸了一点点的焦茶，笔尖略微有一点点的玫瑰红。好了，先画淡后画浓，这是我教大家表现层次的一个规律。第一种莲花的画法是分笔画，1笔拿起来，2笔，2笔组合，然后错位，1笔，这叫分笔画，1半2半，转过笔来，1笔2笔，这叫分笔组合。淡的，在中国的词汇里边，淡的东西是很舒服的，有一个淡雅2个字儿，因淡而雅，所以我们注意这个淡啊。再蘸点粉红，弥补这个颜色的不足，可以调整一下。这个时候叫补笔，补笔是局部补，不是整体补。然后画第3笔，第3笔指的是伸出以后，前2笔作为一个构成，这笔一个构成，这是第3笔的构成。然后再画1笔，就是纯粹找形了。画好这几笔了，现在是一个荷花的姿态，这个姿态大家看得出来是向左侧。然后拿起一支小笔，勾线的，选好1支，拿起来，调一点，然后先点一下它的莲蓬的位置，先点，点完了以后觉得水多，你就可以在调色盘旁边把水挤掉，然后笔再蘸一点焦茶色，不要太多，蘸一点，勾勾勾勾，一蘸颜色一勾，它就不阴了，就勾出这个莲蓬的一个形态。这个淡花搁着不动，然后画一个连笔的淡花，还拿起那支中号笔，调白，调完白以后，调点玫瑰红，笔再顺便带一点焦茶色，带完焦茶色，再带一点浓的玫瑰红上去。这时候可以先画1笔看看，找一个位置，在哪儿呢？左下侧还大空白，中间这部分还有空白。左下侧，如果你想把它搁在最实的那朵花，请你现在不要动，先画在这个位置，连笔画，看笔法，
一笔带过来，笔没离纸，错上去再转笔，转过来，推上去再做，翻过来再做，这是连笔画。连笔画一笔画出3瓣，刚才是分笔画，然后吸水，吸完水以后继续调刚才那个色儿，在笔中，笔尖蘸点浓一点的玫瑰红，补笔，补2笔，把它完成。1、2、3、4、5笔，跟那个形态不太一样，然后把这笔补好，再补1笔，丰富结构。这朵花是没开的，或者刚开的，或者开的不是很大。这朵花是散开的，因为2个花很接近，所以要这么画。但是现在发现2个花大小还有点相似，怎么办呢？那就干脆把这个花再补1笔，让它张开。最好这一个花画的时候是有大部分的花的花瓣是拢在一起的，有1、2瓣分开的，这花的结构就打开了。打开以后，拿这个小笔起来，调点焦茶色，蘸一点浓墨，点中间的蕊的部分，因为你旁边这个淡的画了连了，这个就不要再画连了，你就点点点就可以了。这个知识我们在以前讲过，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啊。好，画到这儿。现在这2个花画到这儿不动，我们开始画第3个花，由虚画到实。你看我由浅1、2、3，第3个花我要挤颜色了，我要把曙红拿出来。曙红拿出来，大家跟着我放在调色盘的一个边上，好，然后把胭脂拿出来。层次感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深浅变化按照规律排列组合，不乱。然后我就开始拿起刚才那支中号笔，先吸水。吸完水以后，我就先调玫瑰红，把玫瑰红调进去，要把玫瑰红吃满这支笔。再调点浓的，再调曙红。调完曙红，再看看这个调色盘里的感觉，然后再调胭脂，明显的这个笔就在重。好，画第3个花，第3个花，一笔可以连笔画，可以连笔错位，可以把两瓣连笔画，可以补笔画。明显的第3个花跟前2个花不一样，啊，吸水，继续调一点胭脂，把这个花的结构定位。结构定位就是这花是怎么长的呀，是吧？长出几瓣来了？它是怎么个组合结构啊？好，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重的2个相对淡的花。这时候我们就开始研究怎么勾它。下面拿几支小笔，吸水，吸完水以后，把笔调整一下，然后蘸胭脂色。怎么勾呢？有一种勾法是先勾花的外轮廓，每一个外轮廓都勾完，然后再勾花里边的筋脉，这样就会造成外轮廓都很实。虽然是一种勾法，但是我们可以试着看，比如先点一笔勾一外轮廓，点一笔勾一外轮廓，点一笔勾一外轮廓，这么勾花是比较实的，然后再勾里边的脉络。都这么勾好吗？按照我以往讲的道理，我们学写意画肯定是这样做不好。那么就反之，就是里边这么多线能不能穿插组合勾？就是这朵花我们干脆是先勾里边一直勾到外边，这朵花也是先勾里边一直勾到外边。大家看，先勾里边一直勾到外边，可能比先勾外轮廓还要好。大家可以试，您在您的纸上可以试。
我先勾里边，啊，这样我还可以采取我那个跳跃勾法，啊，这个花勾到这儿，这样勾完了，结果呢，就觉得这个线在里边啊，它是穿插的，它不孤立。然后就是这个笔里边的颜色到勾这朵花的时候就要加色了，加什么色呢？加点白，我先吸点水，把笔里边的颜色去掉一点，然后加一点点白，然后加一点点的焦茶，试一试，变成一个灰色，暖灰色，试一试，暖灰色，这么勾，哎，然后这个颜色也不能通篇的全是它呀。所以勾着勾着，我们就开始找谁是先画的，谁深谁浅，我们去研究它。然后勾着勾着，我们就跳跃出来了，哎，越勾越变成跳跃感。然后这两半干脆就简单勾两笔，然后又调整笔，吸水，又把笔中的墨色去掉，又调了一点淡的，然后勾它。这一勾明显的比它还淡，啊，然后这个勾法也是越勾越浅。这俩一对比，觉得确实有层次，也有虚实。然后勾这个就看这个色用在这上合理吗？觉得我先勾这几个点看看，觉得重，继续调整。这时候不仅要调整这个，还要里边多少加点色儿，比如就加点焦茶，别的不要，就加焦茶。暖的，试试，不是冷的，哎，勾暖的，这个焦茶颜色啊。画完了以后是灰绿颜色，你看，这三个色儿放在一块儿，这三个莲花层次感还真强，而且是一层压着一层的，最深的、其次的、最浅的，这就是虚实关系里面首先要强调的。然后就说，莲花的虚实关系摆好了，穿枝怎么办呢？拿一个中号笔上来，吸点水，笔里边还原来有一点剩余的某些灰色，无所谓，继续蘸点焦茶，蘸点墨。好，先看最重的这个花是不能露杆的。虚实讲的是什么呢？虚实讲的是最重的这个花要被叶子挡住，它要藏。这虚实有几个概念，一个是露出来了，是深是浅。还有一个是不露要藏，拿叶子遮挡，都是在谈虚实。露出来的肯定不虚，被遮挡住的肯定是虚的。那么被什么颜色遮挡住？被墨，我们看看，被淡墨加颜色遮挡住都可以，但是总之是虚的。也就是说，你把它变成藏和露之间的关系，然后继续吸水，用淡墨来组合后边。注意，我现在这淡墨叶子都把这花吃掉了，大家看到都吃进去了。这是一种做法，破形。这里边我们现在需要您做笔记，要记下来。破形，破形就是让这个画面的结构产生虚实，然后顺势把这个叶子这么一夹，本来它俩不是一片叶子，非要我们生硬斑给它变成一片叶子，好看。为什么？它虚的。它被吃进去了，它被衬托出来了，它被挤出来了，然后就是重墨，拿起那支大笔，蘸点重墨，您这还有重墨没用的啊，然后画点黑，压进去，然后画出干湿浓淡。我们前一两课刚讲的，画出干湿浓淡，哎，画到这儿，由于这块使得这块更美，由于这块使得那块更虚。然后吸水，笔腹吸水，画满这片叶子的造型，然后这片叶子造型还可以根据花的情况调整出一个比较，饱满状态，或者说是比较圆润的状态，甚至可以再挤一挤这个花都可以留一点白，画到这个状态。这边干脆就把这杆压住，这压住也是虚，原来这杆底下是白的，现在我们一压它就变成底下有色了，就虚了，啊，就虚了，并且这么一破墨就虚了。
哎，这个感觉很舒服。莲花包括莲和花，也包括花带莲的本身。下面我们把莲花的概念丰富一遍，拿起那支小笔，先蘸焦茶，吸一点水，再蘸浓墨，我们画一个莲，点几个点儿，点几个点儿，这是画莲的一种办法。然后勾一勾，套勾。为什么叫套勾？它笔不离纸啊。你看套着勾，你看它显得好看。套着勾以后，怎么创造虚实啊？有人提出来说：“老师，您这个莲怎么创造虚实？”这个莲勾完了以后，马上点一下试试。我们拿去中号笔，拿中号笔吸点水，调一点焦茶，试试，破一下。哎，这一破，你看看什么感觉？不一样了，就变虚了。原来很清楚的不清楚了。然后画一下它的结构，哎，一画。画一下它的结构，这莲就出来了。然后一画它的透视，哎，一画，齐了，来个莲蓬。按照这个规律吸水，这支小笔继续画，不许再调颜色了。就是这儿淡的，你就勾吧，连点带勾。画虚的，我们主要是能不能把它拉出层次。同样一个内容，就画出两个空间，啊。画俩空间，画俩空间，同样一个内容，俩空间，又一个莲蓬出来了，又是虚的，啊，画一莲蓬，然后还吸水，再画一个莲蓬。既然虚，我们就再让它虚一个，把这最虚的跟这最实的放在一块儿，好不好？这样可能会效果更有意思，是吧？并且这俩莲蓬干脆画俩姿势，不是一个姿势，根本就不是一个姿势。根本就不是一个姿势下来的。好，哎，这个画面就丰富起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有没有枝条，拿起中号笔，看有没有枝条。哦，淡枝条有就穿吧，您怎么穿都无所谓，都是画面当中的一个结构，因为它是淡的，是吧？因为它是淡的，无所谓，你就穿吧。然后上面你怎么穿都可以，是吧？都可以，哎，就穿出这个架子，这个架子一搭，就明显的这个层次感、虚实关系。小叶儿，这笔也干了，蘸点浓墨，需要来个小叶儿，一笔不够，来俩小叶儿，俩笔还不够，再来一笔小叶儿，无所谓，你就画吧，是吧？这种东西你怎么画怎么都不破坏画面。觉得这个小叶儿跟着不舒服，再往上添就直接穿上去都没事儿。因为这个荷塘的东西，它是错综复杂穿插的，而且我们表现的又是层次感，就让莲花看层次，叶子随着莲花走。拿起这个小笔，接着再画两笔其他的穿插的内容，比如这地儿随便画点勾勒的感觉，甚至有点草都不要紧，是吧？甚至有点草。有两笔草都可以，啊，这草也可以顺着从这儿出，都无所谓。这就是画面当中的穿插组合。有几笔草不动了，跟这边呼应起来了。然后画完了以后，这个画面你总得有点非常突出醒目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莲花的花蕊。我先把浓墨表现的蕊画好。然后点色彩，这条空白就可以拿浓墨来补。浓墨来补，好，然后点黄蕊，鹅黄颜色拿上来以后，挤在调色盘里边，多亮这个色儿，是吧？我们选一个小笔，任选一支，大家看到了，我选一支，拿起来，吸点水，吸点水，把水挤一挤。这支笔我们常来用它点黄颜色，我们就还用它点。好，靠黄蕊的多少来区别它的前后是一种办法，靠黄蕊的浓淡来改变纯度改变也是一种办法。我们现在这个就是靠
多少，因为纯度是一样的，纯度是相似的，靠多少来改变它的前后，多的少的。这边就干脆略点两笔，齐了，不画了。这张画的大体完成。这么一张画，总得有个情绪啊。画个什么呢？表现花的层次丰富。除去画其他东西以外，还可以继续画淡的东西，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虚实，讲的是虚实关系，所以再拿起笔来，那支画花的笔，把白颜色调入笔根儿，多少带一点点淡墨进来，一点点交叉，一点点淡墨进来，看行不行？如果行，就这个色儿，再继续补点层次，这个层次就不是花了，就纯属就是补点颜色跟某些感觉，有的是花，有的不是，是吧？就随便补一点，是点色彩关系，在上面呢补一点淡淡的东西，哎，自然下垂的，比如说花或者叶子，就不让它成形啊，这种东西就可以了。这就是表现虚实，这也是来一点一两笔，是吧？你说它是花，它就是花；你说是哪瓣的花，我们也没把它交代的很实很清楚。这就是表现层次的关系。这幅画我们从构图上已经齐了，需要完成什么？完成点情趣的东西。情趣的东西就是您是在这画点小鱼呢，还是画个蜻蜓？这张画，因为我们为了它的层次更丰富，我为大家表演一个蜻蜓的画法啊。蜻蜓画法，我们今天画一个简的，不画繁的啊。将来我们有机会还继续要讲蜻蜓。我拿这个小笔调点墨，调一点红颜色，画一个写意的蜻蜓的画法啊。红颜色再垫点黄啊，这个颜色就丰富一点。小蜻蜓要画在上边，从上向下走，这是写意的蜻蜓的画法。然后调一点墨，破一下它的身体的这个结构，画好尾巴，勾一下它的这个腿，然后拿一支淡的小笔，是吧？调点红，调点黄，表现蜻蜓的翅膀。蜻蜓的翅膀啊，然后拿起那支小笔，刚才那支特小的小笔，把这蜻蜓完善一下，翅膀上那个痕迹、斑痕啊，给它画上。好，这样这个蜻蜓就画完了。这是一个写意的蜻蜓，这样画面就有情趣了。这个情趣，可能就是我们平时在研究虚实当中需要把握和掌握的。这种情趣来源于哪儿？来源于这几个花不在一空间上，来源于这个花是主体，这俩花是配合它走的，所以这个画面我们看起来就舒服。如果说你需要继续调整这张画，那不外乎就是再把莲蓬处理一下，比如拿起这支笔，刚才画蜻蜓这支笔啊，这是小的笔，然后补一点色儿，把这莲蓬创造点效果，是吧？也就刷点颜色就完了，是吧？这个也是创造点颜色，这个画面的莲蓬画完了，整个颜色关系就出来了。染它的目的是为了跟蜻蜓拉开空间。有的时候在创作下面为了造气氛，用一些其他的颜色铺点点，我们也可以，比如这个黄笔拿起来，我们随便调点墨，它就是一个黄绿颜色，我们把笔调整一下，这个绿颜色就可以点一点浮萍，我们在术语里面叫做点胎啊，点胎，点一点，这边多一点，那边少一点。好，画面就齐了。下面就剩什么了？大家知道，题款。
这张画的题款明显的是需要竖体，因为表现的是莲花嘛。题4个字啊，藕荷深处，啊。好，这张画题好了，下面我们就盖章。好，这个角上盖一个闲章压角。盖完章，大家看这张画我们把它告一段落。看到这张画，分析分析这个花的层次，就想到了我这堂课要给大家讲的是什么？莲花的层次变化，怎么勾的，怎么染的，从淡画到浓的，不是先画深后画浅，先画浅后画深，你这个深的才有的放矢，同时体现了整体画面的虚实关系。这是这堂课我们重点讲的内容，希望大家能够牢记，并且认真的按照我的这个程序做一遍，做一遍您就有体验，有了体验就能总结，就能够把这莲花包括结构包括色彩包括虚实画得更加的理想。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艳丽的牡丹，清新的荷花，憨态的小鸭，优雅的白鹭。您也想画出如此生动的作品吗？那就请您跟刘存慧老师学画写意花鸟画吧。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讲虚实关系的第2个内容，我们以紫藤花的层次变化来讲。刘存慧，国家1级美术师，北京市特级教师、教授，现为中国民族画院副院长，北京诗白艺术研究会会长，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朝阳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画研究会理事。师从娄师白先生，擅长写意花鸟画及山水画，尤以画风雨为佳。首先介绍一下毛笔。好，下面我拿中号笔1支，吸水。这个就按照要求，我们就是先把笔放在一边，挤几个颜色，白色，然后就是玫瑰红色、紫色，这3个颜色已经基本上可以体现藤花的基本色调了。再加一点胭脂，我们首先挤上这4个色儿。下边我们拿中号笔调白色。今天我们讲的是什么？大家知道，讲的是虚实关系，然后蘸胭脂，适当的蘸一点紫色。既然讲虚实关系，我们跟前一堂课讲荷花是一样的，由淡画到浓。我们先看这个颜色淡不淡，点一点看看。我们曾经讲过紫藤怎么点，现在我带着大家一点，就发现这个颜色比较淡，而且很透亮，因为它有白，因为它有紫。那么我用它先画点点儿。什么叫画虚啊？画虚的目的就很简单，就是不画出形来，同时颜色层次对比弱，不画形。我们先连续画几笔，用这支笔再调一点白色，调一点胭脂，调一点玫瑰红，这回加了点玫瑰红，再加紫色，再点这个位置。您现在可以在画面当中任何一个位置点都可以。好，我们点完这个颜色，发现这个颜色很亮，纯度太大，要想虚就必须不能太纯。由此我们就开始把墨拿出来，倒点墨汁儿，倒在另一个调色盘里，把墨汁儿先吸上一点，拿中号笔吸一点，细一点，调一下，这个是灰的。然后在笔根蘸点白色，笔根蘸，又把刚才那个红色或者紫红色蘸了一点。咱们看看，在这儿画，哎，这个颜色就暗了，
它的颜色明显弱于这两个色儿，特别是纯度没有这个玫瑰红颜色那么亮。那么我们把它插进来，看起来这颜色有点灰，有点脏，但是我们先把它散开，画上2笔。画着画着，我就发现笔里边那个红颜色会上来，红颜色会上来，上来以后那个紫色的暖色的感觉就有了。我们就来分析，现在这些颜色，这是加了墨的，这是一点没加的，这是墨跟颜色相加的，这是白颜色跟颜色相加的。这里边的纯度除了这2组以外，其他的都逐渐在减弱。那么我们就用笔里边现有的这个不纯的基本色调做基础，淡墨和白，淡墨和白加了一点紫色，好，就这个点色做基础。我们先画一部分，这个颜色就很好，就达到我要求大家要看到的那种层次感当中的那种基础色，暖灰色。明显的这个颜色就很有厚度，并且不脏。用这个颜色，我大面积的做，任选位置做，千万记住不许扎堆儿，任选位置，你要把它散得开，放得开，还是调一下这个笔当中的这些淡墨关系，然后调点白，又调点红，调点紫，开始点。有什么要求没有？这时候可能大家会想说，老师这时候点当中我应该注意什么呀？注意什么呢？首先注意疏密，注意6字组合的那个关系，分离、重叠、并列，不要扎堆儿。我刚才讲了，能散就散开，你这点能画多远画多远，画完了远处再往回找，画完了远处再往回找，不要由近处画逐渐往外推。后者肯定会把画画的扎了堆儿，这个没有层次感。前面这种思路，从外往回找，肯定是永远有层次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画着画着你就不画花了。比如画到现在，我再调笔，我再往里加一点色儿，加一个焦茶色，调在这个墨盘里，用这个笔吸点水，中号笔，调点白，调点刚才那个粉色，调一点焦茶色，你再点，随着点，随着调点紫色，再调点焦茶色，还点，这就是在逐渐的往实里画，实就是虚实的实，你逐渐的把层次感丰富。这种丰富，你随着加颜色，随着进入，随着加颜色，随着进入，肯定是有比较的，有比较才能够不画坏。画到这个程度，我们画面还是散的，不要紧，拿起另外一支中号笔，拿起来调焦茶色，调一点淡墨，你就开始把叶儿的关系摆出来。当你一摆叶子，你就发现这些花已经要长上，不散了。这就是由虚画到实的一个道理。切记不要把所有花都画好以后再点叶子，那时候你这个叶子就是画蛇添足了。这时候这个叶子在里边只是丰富色彩关系跟结构关系似的，并且它也不是叶子，还没那么具体呢，只是画上点其他的色彩色块。这时候我们画面还是虚的啊，然后大家开始调整颜色，拿起那支中号笔，调一点白，调玫瑰红，调胭脂，调紫色，很亮。然后把其中一朵花画出来，比如就是这朵。今天我们讲这个紫藤花，跟有一堂课我给大家讲笔触的时候讲的紫藤花说的不是一个道理。今天我们讲主要是画层次关系，画出层次感是我们的重要的目的。好，现在这个花的颜色定位了，这时候我们开始，你一勾线是不是就画实了呢？有人会有这种想法，这时候我们试试，我们拿一个小笔，
调点淡墨，或者吸完水以后调点淡墨或者是焦茶。如果你一勾线，听我讲，一勾线肯定要勾实了，因为你勾线是勾结构，勾它跟谁连接长在一起，这一勾就是勾实了。我们是要求虚实关系先虚后实，所以不一定勾，因为你上来以后先画的是重墨，你可以先破这个叶子，在叶子里边破，你破点重的关系，破点点线面的组合，一破，破完了以后，哎，出现一个重颜色，重颜色就反而把这个亮的花挤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再考虑，我这个花有没有结构，你再想，笔就虚了。而且这个结构还不一定要吸点水，调点淡颜色，不一定就是一个色来回来去变，需要有几个的颜色的组合。线可以画粗画细，啊，也可以画出它的不规则的组合关系。比如说现在你看，这就是不规则的。我们曾经讲过这种勾法，大家应该回忆起来。而且今天这个虚实关系的处理，正好是您对紫藤花的一个重新的一个理解和复习。有时候我们画着画着画到这儿的时候，大家都可以不想它谁跟谁是在一个结构上的，就想它有线连接就罢了啊。连过来，后边那些淡的先不管它。淡的怎么来的？淡的是靠你颜色淡、水分多、笔触虚形成的。因此我就首先颜色淡，吸水，不画深的，吸水。吸水先点吧，因为一吸水的时候有时候容易阴，所以你就先点。我们要求画当中不让大家用试纸，所以给大家造成了一个相对比较难的这个要求。所以你一不使试纸了，你这个自己掌握这个空间，你就局限了。局限了以后，你就很有可能不是多了就是少了这个墨色。所以这时候我就要求你，先把笔中的墨色作为其他的形式装饰进去，比如作为点的形式。然后我就画一个淡的藤，我穿一下，拿起那个中号笔，吸点水，调点焦茶，这个焦茶是暖灰，笔尖略微来一点淡墨，不要在这里边插，千万不要，因为你一画是水最多，颜色最丰富。这时候我们需要从外围做，先从外围做，倒茶笔上去，笔根带下来，注意翻过笔来，再翻过笔来，又回来了，又做这干笔，又回来了，又回来了，干笔带过来，笔根用力，看，笔根用力，哎，带过来，好。从外往里带是呼应关系，它呼应它。从里往外走要扎堆儿，要乱。你怎么能保证你那第一笔就是恰到好处跟它形成对比关系呢？万一重合了、相似了，没分出层次，你这想破解都破解不了。拿起这支笔，接着吸水，再调浓的焦茶，浓的墨色变化，重墨带上去，带过来，重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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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过来，虚笔，虚笔带过来，虚笔，虚笔，哎，中墨又是在外头。我们不是从你想这块中墨，如果从这儿起笔往外拉，势必造成这俩墨就串在一起，分不出深浅变化了。啊，现在层次感错落的很舒服，很清楚。然后我们就看这张画拿它做什么呢？我们讲这是层次变化、层次关系，讲的是紫藤花的层次。那么藤花的层次够不够？不够，不够接着加。吸水用中号笔，调白，调曙红、玫瑰红、紫色，浓的玫瑰红和胭脂的紫色都一块儿加。画花，这么多花提谁？哪个向前走？这组一定向前走，因为挨着重墨，那我就加强它，提几个重点的花，重点的
组合提出来，重点的组合很清楚的就出来了。画着画着，那颜色又淡了，这时候又补色，这回先补紫色了，后补胭脂，甚至都再补点墨。我就想让它种进去，哎，真种进去了，大家看看，种进去了。然后我们发现种进去了，层次出来了。现在我要提醒大家，种进去的花不是最实的，也就是种进去的花不要画的最丰富，一瓣不掉，完整无缺，这画肯定要画大。种进去的花恰恰是零零落落的，淡的花恰恰是有形的，可能会好。那么现在我采取这种组合形式，这是一种审美定位，我把这个花加强。老师说了，淡的花可以找形，重的花少找，哎，变成一种变化。你看我这笔点到哪儿都有层次，这个粉红颜色又吸水，用这支笔，这回就把笔里边的玫瑰红先拿出来为主，玫瑰红，胭脂其次，紫色在最前面。啊，在这儿画一组重的，玫瑰红为主，大家跟我看到这边，紫色为主。虽然都是重的，色彩关系不同，先蘸的什么色，后蘸的什么色，自然会形成色彩的变化。啊，这是先蘸的玫瑰红，这是先蘸的紫。不管蘸什么了，您都不能缺少来点墨。这个墨在里边的概念很重要，它可以使颜色纯度减弱，可以使色彩由明到暗，增加厚度。什么叫暗呀？灰颜色最美，冷灰、暖灰，因为它纯度弱。我们现在就是追求一种紫颜色的灰，在紫藤花里边，因为这个季节很好，它是4月份开。然后5一以前也能开。我们过5一劳动节的时候，大家经常到公园能看到紫藤花，我们就发现一片都是紫的。有时候我问我的学生，我说你到了公园里边，你首先感觉到的紫藤花的美感是什么？大家都说，首先是一片紫气，就是紫色给你带来的美感。那么首先是色彩，然后你到跟前，你才发现它每一个造型都很美。那是到了近处，由此这个色彩给人的第一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做虚实，首先要做虚实的色彩，做出它的层次感，做出它的这个空间关系，用色彩做，这样恐怕是第一感觉的。然后再看具体造型，也就是说，你画上紫色，画上绿色，画上线条，人们自然会想你在表现紫藤。这样这个疏密关系就摆好了。摆好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做第二个，就是看用不用画叶子。我那支中号笔拿起来，吸点水放一边，我挤点鹅黄。为什么没让你挤藤黄？咱们说一说。藤黄颜色很亮，我让你挤点鹅黄，是因为我要用一个色儿，这个色儿叫古蓝。大家如果有，你就把它用上，挤在旁边啊。这个颜色呢，和鹅黄放在一起，与藤黄放在一起是不一样的，有一定的厚度。这个色画起来略微的比较沉稳一些，我点一下你看看，这个黄它不跳，并且它很厚，你感觉它厚有力度。所以点出这个绿，你如果不拿它当叶子看，你就拿它当一个色彩转折看都可以。如果你想拿它当叶子看，你就把它画出几瓣。我不主张大家这么做，我主张拿它当色彩看。那么好，那我吸点水，用这个古蓝多一点。古蓝多一点呢，它就发冷了，一发冷了就跟那个紫颜色好像更接近，是吧？人们就需要点上一点感觉，它是一种色彩的感觉，还是一种墨色变化的感觉，还是造型美的感觉，还是一种综合的一种艺术品味的感觉都可以。现在我们把这个紫藤色彩画出来，紫藤这个色彩画出来，只是在强调色彩的虚实关系。你要把它细致的分析，它干了以后非常美。但是我没有让你画更多的具象的花儿，现在我需要画了，我拿小笔，这支小笔，调一点焦茶色，
如果没有交叉色，我现在调一点绿色也可以，调一点墨，就形成这种重灰颜色。这种重灰可冷可暖，我把它勾一下。这时候就明显的我在让大家跟着我一起连这个花的结构，几处就够了，个别的啊有几处就够了，不要很多。你看这样的，哎，它就仿佛就有斑斑点点。你看这词儿多舒服，是吧？不那么实，不那么清楚，让人家似有似无，是吧？中国对花卉的美有一个说法，叫做“花无正形”，也指的是这个。你虽然看见藤萝花每一串都是垂直的，但是你把它放在一起，它在运动当中静动状态不同的情况下，花是互相碰撞跟组合的。由此，这种组合就是虚为主，实为辅。我们不要画太实啊。下面就需要点一些点儿，因为画毕竟还是在画紫藤花嘛，我们再挤点胭脂啊，再挤点胭脂，然后点点点儿，点点点儿的时候，这个笔中的水分不要太多，小笔蘸点水不要太多，然后点点儿，从重的点起，从最实的花点起，注意点的时候要点出疏密来，不要点成一样啊，跳跃点啊，点出疏密，点好这个点儿。藤萝花的基本要素，您就表达清楚了，啊。我们为了表现虚实，缺重的不行啊，这时候该有重的了，后加重的也得加呀。重的就要加什么？藤里边有最粗的，有中间的枝干的藤，也有最细的小藤。你用什么加？加什么？你最好用最细的加最重的，画龙点睛之笔。你又不要拿最粗的，这时候加上最重的，它跟别的都不再承受到一个画面里，所以拿最细的。我拿一支小笔，勾线笔，开始蘸浓墨，看看哪儿可以有。还是那个道理，这是经验之谈。注意，拿起这个笔以后，千万不要上来就画藤。你怎么能确定你这时候的笔水不多，墨不过分呢？所以这时候你需要先看一看。先做几个其他小动作，看看，哦，挺好。马上觉得这几块黑在里边，哎呀，不多，而且挺协调，画着画着还干了，枯笔都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您就开始勾线。经验之谈，注意啊，这样不容易画坏。小线条出来了，然后带着这个小线条出现了一些画面当中的布局上的一种协调组合，啊，然后甚至这地方都可以拿干笔擦几个枯干，原来没有，这时候擦出来吧，啊，这不也挺好的吗？啊，然后吸点水，然后把这几个枯干点几下子，哎，点几下，齐了，啊，这个藤的概念就有了，带过来，啊，枯笔带过来，藤的概念有了，啊，又是枯笔，小线条枯笔，哎，一张画的布局出来了。这么一张画画好了，下面就需要补内容，又是一个情趣的问题出来了。画什么？紫藤引来了什么？引来了小蜜蜂。所以下面我画两个小蜜蜂，大家看一看啊。小笔调浓墨，画这个蜜蜂的头部，因为将来有机会我们还要专门的研究这个小蜜蜂，所以今天我就作为一个点缀把它勾出来，大家就看看过程。点缀勾出来，大家看看过程。两个小蜜蜂啊，然后找一支小笔，一直没有用这小笔，吸点水，这个小笔蘸点黄色，蜜蜂这个壳啊是黄里边带一点红的感觉，很透明啊。这是3笔画，我顺势把它讲一讲。1笔画后背，2笔画挤高光，挤高光，中间有个白点儿，就是受光以后这后背硬壳它是亮的，挤了个白点儿啊。这也是一样，1笔画后背，笔转过来，2笔挤高光，
这高光挤出来了，控制了，是个白点儿。然后把这个笔中的颜色在水中洗掉，然后调点淡墨，淡墨就一点，淡墨画它的翅膀，淡墨啊，把笔调扁，点这个翅膀，这边是一笔，这边是一笔，两笔，啊，这个翅膀，这边是一笔，这边是一笔，两笔，啊，点完这个翅膀以后呢，画重的部分，需要调一点重墨，从这个绑处根的部分，绑根儿，把重墨画进去，绑根儿，把重墨画进去，这样这个翅膀就被渲染开了，烘开了这个颜色，干了以后，它就是一个颤动的感觉。再拿起那支小笔来，最浓的墨一蘸，往绑根儿一点，就逐渐盈开了。啊，干了以后你就看出它的动势。不用多画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研究的就是虚实层次。这个虚实层次，我们已经把我们要感受的东西，把色彩要感觉的东西，画面的气氛感觉的东西都有了。这张画我们基本上达到了我们要练的目的。我们每画一张画是为了练习，练习是为了总结，总结是为了积淀你自己这方面的知识。好，下面我就开始说这张画怎么题款。这张画的题款，我们就可以按部就班，把那块堵上，这块右下角压章，左上角按顺势提长款。因为我这里边没有重墨的长线，它是错综复杂的线条是可以的。我们提春天的紫藤带来的感觉啊，东来紫气。好，下面我们盖章，压角章，看好位置，盖好，一张画圆满成功。再一看，确实体现了虚实层次关系。啊，今天我们讲虚实关系，用2讲内容已经完全讲完。我把虚实的笔法、创作意识都跟大家渗透了一下，为我们将来继续学中国写意花鸟画打了一个好的基础。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练习体验。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新的荷花，憨态的小鸭，优雅的白鹭。您也想画出如此生动的作品吗？那就请您跟刘存慧老师学画写意花鸟画吧。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学32字技法当中第7个内容，疏密布局。我们来讲梅花的疏密变化。刘存慧，国家1级美术师，北京市特级教师、教授，现为中国民族画院副院长、北京诗白艺术研究会会长、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朝阳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画研究会理事。师从娄师白先生，擅长写意花鸟画及山水画，尤以画风雨为佳。大笔1号笔，大家必须准备。这个中号笔，我们在用当中可以画梅花的花儿，也可以画枝干。下面我先拿一支中号笔，看一看。我先拿笔调白色，然后拿笔调一点曙红色，这个颜色很亮。这个时候我再调进一点黄色，我们看看这个颜色是这样的，红色跟黄色调出一种橙色的感觉。但是因为有白，它会增加厚度。梅花的画法，我们谈的是梅花的疏密组合的画法。疏密组合，想想我说的6个字：分离、重叠、并列。一笔画下，再加一笔，再加一笔，再加一笔，这是第4笔。第5笔，画出梅花的5瓣。
这个画法，我觉得没有涉及到疏密组合。如果涉及到疏密组合，我们就要来分配它。梅花都有什么样的瓣呢？大家看，有这样的笔法一瓣，大家看有这样的笔法两瓣，大家再看，我再找一个位置，有这样的笔法，还有这样的笔法。好，既然有这么多笔法，肯定不是用一种笔法疏密组合。我把这两笔拿上来，我把这笔拿上来，然后我随便再画上一笔，这也是五瓣。这个五瓣比较这个五瓣来说，就是后拼出五瓣，是用疏密的形式拼的，总比先画出五瓣好。如果我继续画小曙红，甚至笔根再来一点白，我们再画一瓣、两瓣、三瓣、四瓣、五瓣，这也是一个疏密组合。虽然它不是五瓣的对称，但是它是疏密组合。我们再画一瓣、两瓣、三瓣，不同方向，还是疏密组合。所以我们用这种形式来组织，包括破它这个瓣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笔触，造成了梅花的结果。在这样的疏密组合里边，我拿一支小笔来做实验，我倒点墨，大家看看，在这样的疏密组合当中，你势必要把中间这个心画好，要点它这个花蕊，这个花是正的，在这样的当中，你势必可以让它偏一点，不太正。而在这样的当中，两瓣同样可以体现花的结构，它反而倒感觉有虚实。那两瓣哪去了？那三瓣哪去了？不要紧，可能旁边有枝干一挡，它就变成藏，变成虚的了。这三瓣同样是一个道理，我们一点就变成侧面的了。我再蘸点浓墨，拿小笔蘸点浓墨，这三瓣一点，我把这空白我拿花蕊一点，这梅花又变成一个侧面的，这又是一样，这是一样。这样花反而有层次，因为有疏密。所以疏密布局不止整体布局，不只是整体，也有局部的问题。然后布局还包括这个花和花之间的错落关系。我现在拿这支小笔继续画，我蘸点浓墨，在这个花里面，我想改变布局，我就可以用一条线穿过来，压住这个花而躲开这个花，变成这样的关系。这个布局就等于无形中我变成了重叠关系。重叠关系，这个重叠关系是枝在前，花在后；这个重叠关系是花在前，枝在后。然后我过来又发现了一个重叠关系和并列关系，我可以把花画成这样，就我可以让枝配合着花找疏密关系。如果我不这么去想它，我就可能忘了，我可能把花画成这样。这样画完花以后，大家看得出来很难受，这个花跟这个花被这个枝条一分，左右对称，显得非常难受。如果我懂这个道理，我懂疏密相组合成画面构成，那我就明白了。那我再画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花索性穿了，索性穿了，就没这个事儿了。我这个花变成重叠关系，这个花变成并列关系。所以画面当中处理，我认为疏密组合是不能脱离我总结这6个字的啊。然后就是继续说花，把笔拿起来，再组合这个花。这个点，连笔能点吗？能点。我们组合过连笔造型，笔不离指点，你只要任意的点很多点儿，一朵花是5瓣，但是我们看到的时候未必都是5瓣。你要有这种潜意识，恐怕你在画当中，你就不会为了5瓣去着急，你就会觉得我画3瓣、2瓣、1瓣，也甚至是1瓣，都是梅花5瓣的结构的一个转折变化。
啊，然后吸点水，用这支小笔继续调白色，调曙红色。花儿有布局啊，布局是疏密啊，你想从哪儿伸到哪儿去，这是构图啊。我现在就想先让它画散，比如说我就在这个位置，有意识的，我点几个点儿，一个点儿一大带一小，两个点儿，三个点儿，一大带一小，再带一小，啊，这边四个点儿，五个点儿，六个点儿，我先把它画散。大家跟我做一次你就知道了，你散的时候没有什么，散的时候是没有构图的。吸点水，继续调胭脂，甚至加一点焦茶。你散的时候是没有构图的，没有构图就证明你这画面是散的，散的。但是没有构图，你要有疏密呀，你有地儿集中，有地儿分散，你要有疏密，有疏密在散里边还是有层次的，就散不一定没层次，密肯定没层次，所以你要把这个关系弄清楚。所以散不一定没层次，那既然这样，我这个散就可以任意点，你看越点越任意化，你甚至都可以点成这样，我觉得都是一种练习，是吧？这怕什么呢？你有意识散，能把散的东西进行连贯处理，是锻炼你的一个机会。下面我拿一支小笔，勾线笔，拿上来，吸点水，我先蘸点焦茶，再蘸点墨色。我先穿这个枝，我想这个怎么穿呢？哦，老师原来带我画过别的，比如说原来画过什么紫藤啊，画过迎春花啊。我先穿枝找一曲式，我这枝是从左下侧向右上侧走，那这时候我这个枝我就先定一个位，定位也是淡枝定位，定位，定位，然后继续调焦茶加墨。定位，这枝过来了，好，哎，看着有那么点意思了，好像伸展出去了，画面当中仿佛就有点透视关系，有点张合力了，啊，这时候我就可以用点笔根儿，继续画点枝的一些感觉。甚至造点笔墨的干湿效果、浓淡效果都可以在里边做点，啊。然后为了把这些花都拢住，我这时候干脆我拿起一支中号笔，在这儿呢，是吧？我吸点水，调点焦茶，调点墨色，我索性就来一个主干放在这儿，带过去，带过去，带过去，我拿一主干带过去，啊，索性就拿一个淡的干衔接过来。哎，这个梅花干伸出去了，由没事变成有事，由散被你拢在一起变成不散，这是一种练习方法。你想想，你要是有散不规矩，逐渐规矩化，你是不是随时可以停笔？你随时可以不画了。你说我画着画着就到这儿了，不画了，因为它已经很规矩了。你要是设计一个规矩的，由于你的水平不高，越画越不规矩，越画越摸不着脉路。哪个好？得到的益处当然是前者比后者好。你这样的反而找着规矩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先画散了不怕，因为我们是研究疏密，研究疏密的组合跟布局关系，是吧？这样一个梅花的大体结构曲式出来了，然后我们就细化它。这时候你才强调这个花什么色儿，这几个颜色是不是有点平啊？我们给它换一换行不行啊？这时候你就开始调上点曙红啊，曙红前面调了点黄啊都不要紧，然后又调胭脂啊，吸了一点水以后，笔尖又调了点墨呀，都不要紧。我们开始找这个花的结构，层次感是先从密度找起的，先画它的密度，画它的结构，这结构瓣儿让它有大有小啊。吸水，把这个大花所谓原来开始画这大花给它破掉，啊，
画梅花也好，画紫藤也好，画什么都一样，只要是彩色以点的密集来造型的，重点是看色彩，啊，然后同时也有笔触关系。花儿在画面当中都是有藏有录的，啊。那么有人要问说，老师说这个花儿怎么就画坏了？尤其是梅花，怎么就画坏了？为什么您要拿梅花来谈疏密布局呢？或者疏密组合呢？好，我现在就得来解释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叫画坏了？就是画多了就是画坏了。你只要多了，就很难区别层次，就自然形成密而不透气，就画坏了。中国有一个说法，在绘画当中，无论是山水、人物、花鸟，都用这个理念，叫做“密不透风，疏能跑马”。这指的是疏密布局要合理。我们现在把它点出来了，大家看到了啊，这个花儿逐渐的出现点层次关系。像这个地方，我们就拿重颜色把它点上，哎，有点层次感了。然后就是说花儿的小枝，梅花里边小枝是创造美的。小枝指的是什么？这小枝，小枝的神态，小枝的结构，最容易产生美感，同时能产生那种力度。这个梅花的枝啊，梅花枝讲究古法用笔啊，是吧？梅花，我们一般就要形容刚、古、坚实，一般表现梅花的多。所以你想，它这个用笔肯定是要求你要立得住，是吧？啊，梅花枝，然后适当的出现点点，适当的在这个淡墨的基础上出现点小枝的穿插跟组合。把这画面画的饱满一点。有时候笔在里边要转的啊，大家看我这笔在里边有时候要转，我转的原因是为了把这墨表现的更加丰富，才转的笔，啊。因为我们是讲疏密，只要你把疏密画到位了，就算把要讲的东西讲到了啊。用中号笔调整一下，这中号笔啊，吸水性强。你看刚才我用那小号笔画着画着，我就换中号笔了，吸水性强，墨含的比较薄，就你在上边画粗笔线条、细笔线条都可以，啊，不受局限。那小笔有时受局限，然后所以我换了，你看把它变成一个枝干，变成枝干，为了让它枝干好看，这还加一竖八，加一竖八把它再画过来，是吧？把这是主干，拿重墨一带，啊，就有味道了。然后这点点点点，我们叫点胎嘛，是吧？这笔是干笔，我们又把这竖的枝干画过来了，干笔画过来了，是吧？画点结实一点的。人都说梅花铁为骨，所以这个铁你看坚硬啊，结实，你看好，重墨有了，枝干有了，画面整体大效果出来了。这时候花儿还乱吗？不乱，花儿的层次有没有？有了。现在再缺，绝不是缺重花，绝对是缺淡花。因此我们就把那支中号笔拿起来，调点淡颜色。首先可以涮一下笔，或者说不涮笔，把笔中的水挤掉，调点白，调点笔中的这个灰色调啊，调点灰色调，点这个花儿。比如在这个地方啊，这个花儿的颜色，大家看很稳，是吧？这个颜色画完了以后，它不红不紫。在颜色画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求什么？求颜色不火，火气。什么叫火气？就是颜色用的太纯，红、黄、蓝这三个原色，您都把它用上去，这张画就没法看了，太纯。因此我们让它不火气，不火气就意味着灰色有，
是吧？暖灰、冷灰，中性色有，是吧？中性色有才有过渡，才能够有过渡的衔接。您画的颜色太纯太愣，大家就感觉看起来就闹得很，是吧？然后小枝，用笔调整一下，像这个花俩花之间就要伸出一小枝去，啊，伸出一小枝，伸出一个来啊，然后小枝可以有走势，啊，画面就感觉有意思啊。然后像这个可以继续连一个中间色调的枝连过来，继续重一下笔把它画过来都不要紧，重一下笔把它画过来，是吧？这个枝条画两笔都行，上去啊，带过去都可以啊。然后这个枝干，如果是想把它延伸下来，我们就延伸下来，延伸下来以后再去转折一下，用淡墨就转折过来。淡墨跟浓脂也可以同时画，啊，都可以。这个枝条还可以继续破一下结构，这儿可以加一下宽，把它变成一个淡墨汁，使画面浓淡包括空白包括空间完整化。都向上好吗？在书密上有时候也不好，因此就拿一个大笔，这时候才用上大笔。大笔调一个淡的赭墨颜色，或者说是淡墨颜色都可以，画一个跟它相反的干，淡。整体画，整体画就是少里边留皴擦，整体处理，让它出效果。少留皴擦，整体处理出效果。啊，大笔触。大笔触，大关系摆好，摆出一大关系来，啊，它是做背景衬托的。我们往往这种东西在画面里边就是块面式在里边出现，啊，不要画的很多，在画面的浓淡关系就多了，丰富起来了。这时候你就肯定觉得花不够，点花吧，你怎么点这花也画不了了，啊，调点白。因为您点的都是层次，您点的都是疏密，您点的都是本来就应该在画面里出现的，啊。在中国画梅花的时候，有一种说法，就是无女不成梅，它就按照一个女字去处理，那么处理可以，只是你在对梅花结构不了解的状态下。开始可以那么画，但是你真正通过看梅花，你就发现梅花就是点的组合。这个点，5瓣的点，你能用4瓣表现5瓣，你能用3瓣表现5瓣，总比你用5瓣表现5瓣要高明。你就在用减的办法的情况下，反映一个非常丰富的变化效果，这是你需要研究的。因此，你研究4瓣怎么组合，5瓣怎么组合，更为巧妙，啊。好，这是为大家准备了现在我讲的这个疏密关系的这种效果，啊，这就是对梅花的一个把握。这种把握相对其他画来说有点难度，因为我们是有意识的造它的虚实，有意识的研究它的疏密，有意识的研究疏密，就像我这么做，你就会由不会到会，由乱到不乱。本来是乱的，你捋了捋就不乱了，是吧？怎么叫捋？你把重的跟淡的、深的跟浅的、灰的跟不灰的、具象的跟不具象的，你经过你的捋安排，有主观的意识在里面，它就不会出问题。拿小笔调点胭脂，调点墨，做一个点法，每个花都要点。比如像这样的花，你也要点；比如像这样的花，你也要点；像这样的你都要点。如果你要不是采取具象点，你说我就采取抽象点，那拿起笔来还是这个颜色，就不画里边的蕊，只是在旁边点黑点。你看你挤这个黑点，本身就有蕊的意思，人们就感觉似乎有蕊，还是人们想猜测
你在表达什么？表达蕊，还是表达花的一些转折面？人们在猜测。你这个花点出来以后，照样有层次感，这就是抽象点。这种抽象点，我认为在某些时刻比具象点要高。点完了以后，你能按照写意的效果，给人家一种猜想和一种思维空间，啊，这种点特别适合于到最后你画着画着不想画了，啊，想收笔了，这个时候你就无意的或者有意的甩点点，可以结合那个点，结合那个点的结果就是画面当中自然。梅花画到这个感觉上，层次感、疏密关系都具备了。我们怎么来回忆来想？亏了我们用了淡墨开始那么组合了。如果我们现在一半一半的，就是5瓣5瓣那么画，不是不行，但是会有一种新的发现，就觉得花儿画完了以后它是死板的。为什么死板？它的形太准。为了这个画的丰富，我现在在这个红花的基础上，在后边的淡墨干上，我画一个勾勒的白花，大家看一看。因为勾勒法跟墨骨法可以结合。墨骨法我们画完了不动，我现在拿勾线笔吸水，调点淡墨。什么叫勾勒法呀？我们原来勾怎么勾？大家知道，在不讲究疏密布局的时候，怎么勾法？那就随便的一勾5瓣，我找一个位置，1，注意，2，啊，我把笔中的水挤掉一点，3、4、5，然后一勾1点，1、2、3，一点一勾，这么勾梅花，勾了好长时间，啊，师傅教徒弟，徒弟再教徒弟，但是这个勾法勾不虚，无法造成疏密。所以我觉得这个勾法可以改，怎么改法呢？我在这儿勾，大家看看。我们可以用笔中的墨色先勾花蕊，点，再勾花蕊，点，然后勾外头，然后勾外头，这样勾出这花儿。大家再看看这个花儿，再看看我上面那个花儿，明显的出现疏密墨色布局不一样。然后我继续点，我又画。当你这样画的结果是什么？画的结果就是墨色越画越淡，而且勾出这个花越勾越抽象，人们还是感觉它是梅花。好，下面我把我画的这几笔勾的把它连贯一下，形成一个效果。这个我们也要它，只不过给它破坏一下啊。好，也形成了这样2组，画面还是要的，还是有的。勾的是这样，墨骨的是这样，都要谈疏密布局，不谈不可以。谈什么布局？位置的疏密，深浅的疏密，造型的疏密，以至于浓淡干湿的疏密。所以谈疏密非常重要。今天我们用梅花谈，是抛砖引玉，让大家有一个感觉。我觉得大家要利用梅花这个题材做一下练习，不要画那么多，简化的画也可以，1支、2支、3支这样自然穿插，从虚画到实，从疏画到密，掌握一下疏密关系的哲理和这里边的体验过程。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艳丽的牡丹，清新的荷花，憨态的小鸭，优雅的白鹭。您也想画出如此生动的作品吗？那就请您跟刘存慧老师学画写意花鸟画吧。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32字教学法里边第7个内容，疏密布局的第2个小内容。我们讲迎春花的疏密组合。刘存慧，国家1级美术师，北
北京市特级教师、教授，现为中国民族画院副院长、北京诗白艺术研究会会长、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朝阳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画研究会理事。师从娄师白先生，擅长写意花鸟画及山水画，尤以画风雨为佳。首先介绍一下我们采用的毛笔。好，下面大家跟我一起来看迎春花的组合关系。首先选择小笔一支，拿起来吸点水，蘸一点藤黄，是最浅的，然后笔尖加一点鹅黄，笔尖略微蘸一点胭脂。这个调笔的形式基本上是我们可以看到前面重后边淡，有色阶。好，用这个颜色现在画第一笔。第一笔我们因为画迎春花的疏密组合，所以要讲花瓣的一笔两笔以上的组织关系。行笔的时候，笔锋落笔，大家看侧锋一转，这一转笔有一个转动的感觉，不是中锋画在这儿一点，这个一点可能会有，但不是笔笔都如此。所以这种笔法我们要讲一讲，就是落笔以后要转一下，落笔以后要转一下，落笔以后要转一下，有一个挑的感觉。这个挑笔挑出来以后，这个笔是带锋的，而且容易把颜色笔中的色阶的变化表现出来。再补一笔。讲这个疏密的组合，那就肯定要说出一笔、两笔、三笔以上怎么排列。我们先画一笔，大家看，一笔，我们这样的笔，同时画出三笔，三个，都是一个方向。然后我蘸一点颜色，大家注意，蘸一点鹅黄，笔尖加了一点焦茶，好像改变了一点。然后我就开始补这个笔触。这笔补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一深一浅。这笔补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不一个方向，还是一深一浅。这笔补的时候，可以顺一个方向，还是一深一浅。三个就造成三个不同，三个以上也可以，四个、五个乃至更多。再补的时候，就不许把它变成三角形状态，你就要这样补。当你补它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大家看这个第二组，这就是三角形状态，不好看。如果是三角形怎么办呢？我们还得补一笔，变成不是三角形，也就是造成每四笔或者三笔之间这个空间，1块白、2块白、3块白、4块白都不一样，这就算画对了。那如果你画成一样，我再举个例子，大家在这儿看，一笔、两笔、3笔、4笔或者5笔。就感觉很不舒服。如果出现一个也不要紧，如果再出现第二个，一笔、两笔、3笔、4笔就很不舒服，他就感觉画面很散，组合起来没有疏密。我们中国画很讲密不透风，疏能跑马，指的就是要这里边要出现空白不同，流出的空白不同。因此，我现在拿起这支笔，再继续调点颜色，跟大家继续说，调点黄。笔尖蘸点焦茶，可以不可以把它破掉？可以，那就是我们重新画一组，重新画一组，重新画一组，重新画，用这个比它颜色重的，并且不是对称关系的组合形式破坏它，然后重新画一组，重新画一组，重新画一组，在前面再重新画一笔、两笔，大家注意，再画。如果你画的这个花是5瓣，你切记要少画5瓣，画到4瓣、3瓣、2瓣，甚至1瓣。如果这个花是1瓣或者2瓣，你可以用它的疏密组合来反映它的层次。因此，现在我在任何一组里边都可以加，比如这组我们可以加一组，加一笔。这组想把它变得丰富，不是在这个花上加5笔，而是重新画一个，再画一个3笔的，这不就丰富了吗？是吧？然后这边再画一个2笔的，你看就丰富了。这边再画一个2笔的，甚至3笔的，哎，就错落，并且
形态变化很多，这样画面就多了。你看我这笔，大家逐渐的来看到我这个行笔。现在我需要谈的是什么？就这行笔，原来这两笔不衔接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它衔接，这是一个，是吧？变成原来是一朵花，我们可能把它变成俩花了。原来这是一朵花，我们可能变成两朵花。你看变成两朵花了，这是一朵，这是一朵，是吧？然后再加一笔，就更证明它是又一朵。你看又一朵，三朵花了，越画越多。这三朵花怎么形成的？是跳跃组合形成的，是按照原来我讲的，我下面吸点水，蘸点颜色，按照原来我讲的笔中不断改变颜色。你看转笔，两笔，这笔要转，你看这笔杆在手里边要转，是吧？转，这样形成的迎春花的这种跳跃组合变化，而且画着画着，随时小点就出来了。什么叫小点？这地方就两笔，一笔，两笔，移动笔位置两笔，一笔两笔，这样就多起来了。这些小笔触在里边是起一个气氛的组合关系的作用。这也如是，两笔加一笔，啊，左下方画两笔，再画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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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越画越淡，越画越淡就对了。越画越淡的结果是什么呢？越画越淡的结果是层次有了。下面让它这个笔淡了以后，再开始拿笔调重新的颜色。比如说，我现在吸点水，笔吸一点水，然后调点这个黄颜色，鹅黄，调点胭脂颜色。这次我再加点焦茶，大家看。这个笔的颜色肯定重，我先不要画在重的地方，先画淡的地方，我衔接一下，感觉层次很强。那么这淡的我画了5瓣啊，我这回就画3瓣，甚至画4瓣，就好看。这一组我们大家能看得出来，这一组很舒服，是吧？它有层次感。然后我按照这个思路，我继续加到这儿，我继续加到这儿。加这个重颜色，我也按照这个笔的分配不同给它加上。哎，就现在你看我这一组，目前我画好的，虽然不多，但是已经画出了层次感。什么叫层次感？就是疏密关系。现在我拿小笔蘸一点浓浓的焦茶，点中间那个心儿。点心儿的目的就是说让你确认谁和谁是一个花的结构。点着点着，这颜色就没了，然后吸一点水，又蘸了点焦茶回来，继续点，换个位置点，点的时候手可以移动。这个点你经常练呢，这个点你就会有它的弹力。你看这个弹力，弹力就是什么？就是提按顿挫产生的。你看，有弹力，刚落下去就弹起来，刚落下就弹起来，就是画起来以后，它自然有一种这种力度效果，很舒服，是吧？虚实都具备，点了，点完了以后，画面现在有一个气氛出来了。这个时候按照要求，应该适当的穿点枝了，因为穿枝也是组合疏密的一部分，不可改。所以我把这支笔放旁边，不动。我拿起一支勾线笔，拿起以后我把它吸点水，然后我拿笔蘸一点焦茶放旁边不动，开始拿墨汁儿。大家跟我一起把墨汁拿过来，然后把墨汁倒在调色盘的某一个侧面，不要太多，一点好，放在旁边，把这墨汁用这支笔略蘸一点，可以了。略蘸一点以后就开始用，然后从你最重的那个花开始做起，你先点一下，看这个颜色对不对，看水多不多，你点一下，在刚才那基础上不会出现毛病，然后就开始拖笔画线，这线可以压住一些你画好的淡花，也可以不压，但是记住不要由这一点直接画到这一点，是我由这一点想奔这一点连接，不许直接画过来。我们可以这样画，你看这两条线分两笔画，一笔在这儿，一笔在这儿，然后再接一条线再搭，这个搭很重要，搭过来以后，然后继续搭，然后这个继续搭，继续搭。继续画，这个线就多了。
然后这条线过来以后，想和它继续连接，不要直接走，直接走不好。我们把这条线这样带过来，哎，这样带过来，就不是它直接过来的。然后我们还可以再这样带过来，这个线在里边穿插，你就感觉错落起来了，非常舒服。那么凡是画不好、画出毛病来，肯定是你由这一点直接往上接了。那么大家现在跟我看这一组和这一组衔接，按照刚才老师的要求，这两组衔接不许直接搭，也不许直接这么搭过来。那你想一想怎么搭呢？我画大家看，大家也跟我一起想，哎，我可能是这么搭了，啊，我可能这么搭了，注意。然后这笔我可能这么搭了，然后我又这么搭了。我又这么带过来，哎，线变成这样了，总不是直接由一点到一点。下面我用这笔吸点水，继续蘸点焦茶，笔尖再来一点墨，啊，这样你画面老是不乱的，调色盘也不乱，笔洗也不乱。然后我们看一看，从上面往下画枝条，找布局。你看，这枝条画到这儿了，哎，穿插，你看老是断开。然后又画，你看错位，方向都改了。你看又往这边画，啊，然后再画，再画，然后愿意接，将来这儿可以接，后接，不愿意接就拉倒。这个枝条曲式就出来了。大家看到这式是这样下来的，是吧？很舒服。这就是拿枝条定位，现在是在定构图和曲式。在这基础上，我们继续补花，把这支小笔放一边，拿起刚才那支画花的笔，吸水。这会儿有点时间了，那水可能有时候会干了，然后调浓一点的鹅黄，调浓一点的焦茶，笔尖蘸一点胭脂。这时候笔中的颜色就分了3个：鹅黄、焦茶及胭脂。然后你就先试，什么叫试？就不要重新在另外一个空白位置画一个花，你现在原有的位置点一笔看看，哎，一看颜色有变化，重了，然后适当的加上2笔。然后把它其他缺重的地方就补笔，这个补笔又是小笔触补啊，其他地方都是小笔触补，补着这个颜色就浅了，我们心里明白就得了。然后待会儿画的时候，我们再逐渐的往里加，补到这儿，哎，比刚才就丰富了。这个花儿啊画出来以后，它的是动感啊，然后画面当中其他的空白我们把它填充一下。这样迎春花一组，我们把它画好。画好以后，下面我要介绍另外一种形式在里边。有的时候，迎春花画多，比如我画近景、中景、远景。有的时候为了近景，我们要加一点东西，加勾。我拿几支勾线笔、小笔，吸水，吸完水以后，我蘸点胭脂，蘸一点焦茶，勾。怎么勾？大家看，我选择这半，我做个样子啊，勾一下，2笔勾，1、2，勾外轮廓，1、2，勾外轮廓。有的时候勾着勾着笔容易觉得颜色浓，有点干，你就适当的拿着小笔吸一点水，吸完水以后，笔尖来一点墨，这都不要紧。每次吸完水，你可以调整一下笔，是吧？然后勾，勾。勾的结果是什么？是勾近处，为了把这些花再分出层次才勾，所以我们勾的时候，有的时候勾1笔，勾1笔半，勾2笔，点一下，再勾一半，这边不勾，这个全勾都可以，怎么勾都为了表现层次感。但是要注意，勾的那个线最好是你已经用过的颜色，不要单拿一条墨线去勾它。因此，现在这支小笔再蘸点浓的焦茶，再蘸一点墨，我们就开始边勾边点，边勾边点，把画面丰富起来。跳跃着勾，不是全勾啊，有的勾，有的不勾。然后拿这支笔继续蘸点墨，小笔蘸点墨，再继续画枝条。枝条再画的时候，就是重新找一个位置，重新找一个位置，开始画。重新找一个位置，
开始勾。重墨勾出来的枝条，往往表现这个质感比较硬的，比如木本的，是吧？拿手上面一摁，很硬，是吧？有这个韧性跟这个硬度。淡墨表现呢，有的时候是为了表现草本的多，所以这个重墨线在里边必须有。下面沏一点水，再蘸一点焦茶，小笔再蘸点墨，画一个粗一点的、重一点的干。如果墨不够，我再蘸一点过来，并且有点枯笔，显得好看。然后带过来，大家在镜头里看得出来，这个墨色的变化是浓淡错落在一起的，并且是干湿错落在一起的。这线条也是，是吧？绘画，尤其是中国画、中国写意画，用水、用墨、用色，看的就是这种味道啊。我们不是就是在看它的笔墨的这种穿插组合的这种巧妙的这种感觉，跟颜色、水之间的味道，把这个花探出去，这个枝条，让它有强烈一点的这个势的表现啊，甚至可以出血出去啊，出去。好，上面也是画几笔线，这样的话，这迎春花就架子就搭起来了。淡墨一画，然后这时候再补笔，就肯定是在枝上补了。我们所说的就是有的放矢了啊！拿小笔吸点水，调点鹅黄，调点焦茶，点，跳跃着点。这边点就让它不成形吧，是吧？我们适当的点点颜色就行了，主要是丰富一下气氛嘛。按照我们刚才设计的这个思路，下面继续拿小笔蘸点焦茶。重黄颜色加焦茶以后，那个黄颜色有点暗，有的时候是表现后边的那个层次关系。后边的层次关系既可以用明暗表现，也可以用深浅表现，啊，明暗表现就可以颜色深一点啊，比前面的；深浅表现就可以有淡墨或者淡色加白。画到这个程度，我们迎春花，哎，气氛就基本上具备了。那么为了让这张画漂亮舒服，我们可以下面加内容。加什么呢？比如说，可以下面加小鸡，上面飞麻雀，是吧？也可以画这个其他的小动物，啊。下面呢，我就为这张画补两只小鸡，大家看看啊。补两只小鸡呢，我画两个这个笔墨变化比较大的，我拿一支中号笔，吸点水，调点墨，中号笔啊。大家看，一笔、两笔，笔没有离开，我是表现鸡的翅膀，两个翅膀，因为我画的是写意的鸡，啊，然后鸡的头部在这儿，画一个歪过头去，头向左侧这个方向，然后借着笔中的水分，笔摁下去，一转，用笔根一带，把它带过来，带过一个鸡的身体，这样一只鸡的形象就出来了。这边有肚子，然后拿笔稍微的画两条线，这个小鸡就画好了，然后把尾部点一下，这时候这鸡的透视也有了，啊，这是很简单的做法，一笔画出来。另外一只鸡还用这个笔墨画第二只，先画头可以，然后同样是画两个翅膀，连笔连接，然后同样是用这个笔的笔腹一画身子。一转这个笔，转两下，转到这儿，两只鸡画好，这是最快的办法，跟我们前些日子讲过的那个画小鸡有点不同。我为了和迎春花形成呼应，迎春花画的比较具象，我这小鸡干脆就概括一点，是吧？把小鸡的形象画好，甚至补一点墨就齐了。然后我拿起那支小笔，刚才画迎春花的那个小笔，蘸点焦茶。如果水少了，我们就吸点水。这个水有时候画着画着，它会慢慢的会少，你就逐渐的要注意水有多少，啊，画点焦茶，笔尖可以加一点胭脂不动，把这鸡的嘴画出来，把这个鸡的嘴也画出来，啊，然后看水多不多，水多把水挤一挤，还继续蘸点焦茶，蘸点曙红，把这个鸡的爪画出来，
啊，写意画要注意大关系啊，注意大关系。这种写意的要注意大关系。好，然后蘸点浓墨，把眼睛点喽。这个就不点了。两只小鸡，两只小鸡画好了，迎春花也画好了。下面我就拿这个笔蘸点黄颜色，蘸点鹅黄，在下边造点气氛，画两个掉下来的花瓣。这边远处还有一个，啊，画面就有了。这个画面就形成了一个讲迎春花疏密组合变化，利用迎春花来谈疏密布局的这样一个章法。小鸡是为了配画面使的，啊，觉得它单，这俩上下有点单，既可以继续画花，也可以加点其他内容。按我们来加，最快的办法就是加个篱笆，用这支中号笔，吸点水，画点淡墨，啊，从这儿开始穿线条，穿线条，再把淡墨蘸一笔，穿线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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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吸点水，蘸点淡墨，穿线条，穿线条。好，完成这幅画。大家画好篱笆以后，自然这个觉得篱笆跟花之间可能会出现两个有组合的问题。这时候我们就拿起那支小笔，继续调点黄颜色，蘸水调黄颜色，鹅黄。调完了以后要浓，然后笔尖蘸点焦茶，笔尖蘸点曙红，这个颜色就相对比较深了，就是说层次感比较丰富了。好，这时候要在迎春花跟篱笆之间找它的前后关系，这个关系本身又是疏密。有的时候为了让这个篱笆不全露出来，我们可以在上面加花。大家看，我加了几个花，加几笔，就把这篱笆挡住了。挡完了以后，画面就感觉多了。这时候我就可以又铺开了，在其他地方补上几笔，啊，补上几笔，补上几笔，画面多了以后，想让这些花成型，千万要记住，你这个有一次机会，就是你蘸点胭脂，蘸点墨，一定要点，这个点非常重要。我在绘画当中这么多年，我画这个迎春花，我就发现，你只要一点，就把这花给它凑成一个形。你看，凑成一个形。下面我吸点水，拿这小笔调白，笔中有什么色儿都不管它，不要涮笔。吸水调白，蘸藤黄，好，这个色儿啊，蘸藤黄。蘸完藤黄以后，你怕这个黄有点冷，你可以笔尖略微来一点鹅黄。好了，我们在上面看，先在一个种花旁边，我试一笔，哎，这个黄比较亮，大家看得出来，这黄比较亮。那好，我拿它多画两笔，它可以出层次。这是在深花的基础上又加了浅瓣儿。看它就厚了，深花的基础上加浅瓣，深花的基础上加浅瓣，继续蘸点白，蘸点藤黄，蘸点鹅黄，啊，在深瓣的基础上加浅瓣，加浅瓣，加浅瓣，这是一种。哎，你就看这个局部，它就显得丰富了，啊。好，下面呢，我就根据这张画来提个字，使画面完整化。有小鸡在里边，我们提一个多趣啊，然后这儿盖一个章，找好位置盖好。好，一幅作品我们就完成了。这幅作品把我们要谈的疏密组合变化，用迎春花来谈，包括层次，包括造型，包括它的前后组合关系，
我们来阐明了疏密要有布局。疏密的布局是我们32个字里边第7个比较重要的内容。我用了本节课的迎春花和上节课的梅花2个内容来谈了疏密。这是我们在创作局部结构和整体画面时候不可少的一个理念。我们的画有了疏密，自然有层次关系；有了疏密，虚实自然符合画面的这种整体效果。大家在课下练一练，掌握一下这个组合的变化的一些规律，体验它的过程，你才能够在绘画当中让它得心应手。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艳丽的牡丹，清新的荷花，憨态的小鸭，优雅的白鹭。您也想画出如此生动的作品吗？那就请您跟刘存慧老师学画写意花鸟画吧。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一个新的内容，就是32字教学法里边的第8项，那就是任意构图。刘存慧，国家1级美术师，北京市特级教师、教授，现为中国民族画院副院长、北京诗白艺术研究会会长、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朝阳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画研究会理事。师从娄师白先生，擅长写意花鸟画及山水画，尤以画风雨为佳。我们要讲任意构图当中的梅花的构图创意。首先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采用的毛笔。我首先拿起一支中号笔，吸点水。画梅花，首先要讲构图里边的第一个，就是你笔蘸的这个颜色有没有层次。当你笔蘸点白颜色，蘸好了，翻过来调过去看了看，然后笔尖又蘸了点玫瑰红色，在调色盘中一看，这个颜色很粉红的，颜色很纯。我们需要画这种颜色花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画上；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再配点别的颜色。我先画一笔，画在哪儿？正常构图应该是找它的黄金分割法，比如井字构图啦、之字构图啦。我现在就要求大家随便画一笔，比如你在画面的正中心画了一笔，画一笔，这笔落在整个纸的正中间了，没构图，你不要管它，你再往4个方向、4个角的方向任选一个方向，比如右上侧随便找一个位置，点一笔。2笔对于这张白纸来说就有构图了，因为它不对称、不平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2笔就可以调整构图。比如说，我把第一笔那个花儿，我在侧面画了一小笔，然后我在画完这小笔以后，我就发现这2笔之间的颜色虽然接近，但是大小不一样。然后我又笔蘸了一点浓的胭脂，放在旁边点了一下。我又在另外一个新的位置又点了一笔。现在这4笔就逐渐开始有构图，由无构图到有构图。这时候我把这笔深的，我再点上一笔小笔，然后我又回来，在这个2笔的这个基础上，我又压上一笔。注意，压一笔是什么？我曾经讲过6字组合法，先分离，后重叠，再并列。然后我又点了一笔小的，然后我在旁边这个位置，我又任意选一个点，点了一笔小的。我又在这个方向，它的左侧方向偏上一点，远处点了一笔小的。然后我又在它的中线向下偏右下方的方向，我又找了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怎么找？不要距离一样，只要距离不一样的位置，我点了一个小的。然后我觉得这2个之间，它和它之间的距离，它和它之间的距离有点像，我中间又破了一个，又不像了。然后我在它的远处的上方，右侧上方，我又点了一个小的。我觉得它们在一条线上了，怎么办呢？我在这儿又补了一个，在这儿又补了一个。
然后在下边又补了一个，又不在一条线上了，就采取这种办法，多点研究疏密，研究构图，你就觉得你这个花儿现在是由没章法到有章法，由原来中心一个点变成后来的多点，而且是不平均、不对称状态。下面我开始把这支笔放下，拿一支勾线笔拿上来，这支勾线笔吸点水，蘸点胭脂。蘸完胭脂以后，我看了看呢，画面缺点黑，我就拿墨在调色盘里边倒上一点墨。好，倒完墨以后，顺势把焦茶挤上一点，在调色盘的旁边，这个盘子旁边举点焦茶，因为它两个可以不破坏那个颜色的纯度。然后我蘸点焦茶，因为刚才蘸过胭脂了，我再蘸点焦茶。笔尖略微吸一点墨上来。上来以后，我先把这个花做个处理，是为了构图需要做处理。比如这个花，我这边不动，我只在这边我略微加几笔蕊，点上几个点儿，这个花就是侧的，大家看得出来。然后我把这个花处理完了，我在这儿做个处理，我在这儿画一个，虽然还没有画完，我点一个露出来花蕊的位置，我点一个，这就是正的，是吧？然后这一笔我又画一个侧的，然后我上去，我把这笔三笔，我把它连成一个花，我就靠蕊连，靠花心来连。好，这笔我就不连了，我随便点上两笔，随便点，啊，远处这笔我也过去点一笔，哎，现在形成这个状态，然后把笔放一边，我继续拿那支中号笔，调浓的胭脂，画花瓣。首先我把这个瓣完成，我觉得这我再加上两笔，这个花就是一个重花。然后我觉得上面这个我再补上两笔，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花，我都不给它补全了。我觉得这个我补一笔也是一个花，我觉得我这个再加一笔更好，然后我这笔补两笔就是一个相对完整的花，而且是冲下的。哎，这边呢是一笔我需要加强了，补上两三笔，哎，形成一个花，再加一个，画面又出来了，改了，现在比刚才丰富多了。这个时候这个布局的创意就出来了，我叫梅花构图的创意呢，就是布局创意有了。这时候我拿起那支勾线笔，蘸点焦茶，蘸点浓墨，我先勾这个枝。我在讲别的花的时候提过，当这两个花在同时出现的时候，切记不要在它的中间画线，一定要从这边出一笔过来，到这笔不许接，单走，然后这笔由谁接，这笔单出枝，这样的画面当中就这个花跟这个枝之间是重叠关系，这个花跟这个枝之间是分离关系，就分得很清楚啊。过来，好，下面我这个笔继续蘸点浓墨，补这个花的其他结构，带过来，其他结构带过来，带过来以后我们分两次带的。这花之间有很多小枝要伸出去，为了这个枝干的这种力度，是吧？好看。然后这个花不要继续向前走，不好。那么好，我们单画一笔，从这边来，让这个花经过花的这个转折的这个枝，哎，有一个打了一个折，它就显得好看。一打折，这个梅花干它就有一种挺拔的力度。这枝我们也开始画小的，因为这时候笔中正好是淡颜色。也是把这个枝跟这个花作为一种重叠关系，看着是重叠，但是我只要一这么连过来就不重叠了。你看又错过来了，不重叠了。到这儿不许一下连到这儿，而且要顿一笔单画，这一顿一笔就好办了。把它带过来，插一笔，插一笔，插一笔，枯笔了，没有颜色了，蘸颜色，笔吸水，蘸焦茶，蘸浓墨，单画。单画顿笔，画出一个粗枝，单画，再画一笔带过来，打一个折，画过去，哎，两个枝一插，
这时候这个画面就开始出现，由这边右下侧向左上方形成一个曲式，这个曲式就是构图。啊，这时候手里拿的是画枝的笔，就可以顺势把画面当中的另外的枝勾出来，而且一勾是淡的勾出来。这边也可以顺势勾枯笔，一定要注意，这时候有枯笔要保留痕迹。枯笔，然后吸水，吸完水以后，笔又蘸焦茶，蘸浓墨，然后把这个枯笔连过来，连过来，带过去，好，形成现在的这个构图章法和关系。这时候一看就是缺花。大家回忆，我开始是由中间这一笔画的，我没有上来以后按照常规先找它的井字点，画一个黄金分割法，然后画着画着没黄金分割法了，我没那么做，我是让你先找一个没有黄金分割法的，然后逐渐画着画着有黄金分割法。所以这时候我这个笔拿起来以后，我笔中如果有颜色，我就可以在符合这个构图结构的基础上任意点点。你看我点几个点，你看这边点了，这边略微点一点，就证明它跟它之间是相压的重叠关系。点，把这个点上，越画越淡，越画越浅，浅的点要分布的有疏有密。你看，吸点水，蘸点白，笔尖蘸点黄一直没用，然后蘸点玫瑰红，带进来。有的时候我笔尖还有意识的加一点焦茶，就为了让这个层次丰富。因为你看这一加焦茶，你看这笔就有层次。这笔重，再加点焦茶，小笔画过来还是有层次。你看，让它这个颜色是有冷暖呀、纯度啊，让它有变化，这样逐渐的多起来的。看到了，哎，这画开始丰富起来了，大家看得出来。这时候就可以，你不是老点半天了吗？得，我们现在开始勾点花瓣。拿起那支小笔，吸点水，蘸焦茶，蘸墨色，开始勾点花瓣。像这个花瓣，勾两笔椭圆，点点蕊，是个侧面。像这个花瓣，这么勾一笔椭圆，点点蕊，是个侧面。像这个花瓣连勾都不勾，就直接点。像这个就是利用这空白点两下，大家看，不要都点，每次都是一样，你不要一下都点上。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干嘛呢？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有没有大干的主干有没有，如果有，我们拿一支大笔，1号笔，调一点焦茶，加一点淡墨，穿大干主干。穿主干的时候，注意，你这个墨上来先是重的，从下边画，好，上来，穿出去啊，再拉回来，淡墨，补枝条，哎，出了一个层次。补完这个层次以后，肯定是润笔多，干笔少。我们可以利用破墨法，这时候笔就蘸一点焦茶也好，浓墨也好，在上面做破墨。你看，有意识的做点肌理，然后有意识的横着穿插点肌理，破坏这个画面的这种过于润而产生的这种不结实。啊，又蘸了点颜色或者是墨色，哎，破一破，这是自然形成的写意画的特点，只有写意画能这么做。我们有一支笔还没有用呢，就是那个小笔，大家拿起来，吸点水，把水挤掉，调一点白，调一点鹅黄，调一点曙红也好，胭脂也好，玫瑰红也好，就是红色，利用它来造型。首先选一个位置，看哪儿的花可以多，比如这儿的花可以多，我造型，一笔
它吸水少，比那中号比，所以首先就不阴啊。好，这一个造型，然后2个造型，你总得有几个有造型的，不是说一个造型没有啊，但是不能都去造型。你看2个、3个啊，这边1个，你看越画越淡，然后用这个笔继续蘸胭脂或者是曙红或者是玫瑰红，然后蘸一点墨色，这回加了点墨色，在这个位置做。这个颜色比较暗，少画2笔5瓣，注意啊，少画2笔5瓣啊，多画点关系。也可以就用这支笔，把笔调整一下，蘸点墨，蘸点焦茶，勾这个花的层次啊。好，这样我就勾出来一组花，这组花确实是由构图开始的不完整到完整，由层次少到层次多啊。好，下面该画小枝了。小枝按照我的说法，也可以拿这支笔画，也可以拿勾线笔画。现在我们接着拿这支笔体验体验，因为那个我们都体验过了。吸点水，调点墨，然后画小枝。小枝的穿插是这样做，跟刚才开始的时候有很多是相似的。好，这是一个小枝产生，然后第2个小枝。画小枝的同时，有时候点点点儿，这个点儿啊，就顺势给它点上。我画梅花的时候，有时候我很注意这个。你比如你适当的点点这个点儿，有时候效果就特别明显，不一样。然后就是看花是不是再点点。我换那支小笔，先把有些线条给它定一定啊，换那支勾线笔了这回啊，画点线条，这个线条画好。线条画好，浓的汁啊，有的时候需要插进来，啊，浓汁插进来，有的时候呢，就把它找一个势，找一个走向，这边也是带过来，带过来。哎，画到现在这个状态，这个画面就开始出现，整体效果在右下侧、右上角、左上角、左下角都是空白。这中国画构图有一个说法，叫做什么呢？叫做占1空3，或者就是占3空1，这样就会形成一个量的不一样，实际上是形成疏密效果。我们现在这个大家都看得到，我实际上是占了1，空了3。啊，那么这时候这花就不要在这边继续点，而是拿起这个笔来，然后调点颜色，我们就在你伸出去的这个重墨汁上去点它的结构。啊，画多少个，那就看你随着画随着找感觉。但是有一点需要跟大家交代的，就是画当中要注意颜色的不平均，层次要丰富。比如画着画着，我觉得色儿相似了，好，我可以拿另外一支笔调点深的。刚才拿那支小笔不调深的来的吗？我们现在调一调，直接蘸胭脂。蘸完胭脂以后，我就直接蘸点墨。我看看，啊，你看直接就出一笔深的深红，啊，这个颜色比刚才所有的颜色都重，啊，然后出几个红颜色的瓣儿花瓣儿。不要太多，有时候这1朵花里边就1朵红颜色的瓣儿，剩下几朵都不红都不要紧，啊，这就显得它的变化，显得这个花因为每一朵花都不是面对你的，它都有一个角度嘛，是吧？我们再加层次的时候，就看着那些浅的加深的，看着深的加浅的，是吧？然后这样就画面就感觉丰富了。
这是谈了一个章法，也就是谈了一个构图。想让这张画完整，画的再丰富，那我们当然还可以继续往里加花。再加花怎么加呢？就是调整画的空白。大家看到这么多空白在这留着，有时候空白多了以后会使画面有点松散，我们也叫有点碎。怎么办呢？我们就开始补或者填充这个空白，吸点水，调点淡颜色的花儿。淡颜色的花儿啊，这个颜色可以不要太纯，然后通过挤这个干，你看现在我就是挤这干的，你看用这花挤这干，把这干挤出一轮廓来，填点颜色。这些颜色不一定非得成花的形，它可以有点色彩就行了。也可以吸点水，用笔吸点水，啊，随画随吸水，画淡一点，淡一点很重要啊。有的时候这水多了以后，点完这点以后，这点还逐渐的在阴。啊，自己再完善这个造型，有的时候需要利用这个水多的这种感觉画。这个要读一读，这个要点到饱满一点嘛，我们叫啊，这个梅花上面也是点到，原来点过了，但是不重，这回又重加了一遍，这叫收拾啊。有的时候点的时候，这个颜色比原来那花重，因为你现在这个，我想让它重一点，你看我调点胭脂。我再调点墨，大家看到，我就有意识让它重进去，我重，把原来那个花作为浅的给拖出来，给挤出来，可以拿重的来挤浅的，也可以在浅的上面落重的，都可以。总之都是在补白，补那个留的那个白的空间，就是不能要的白就把它堵住，需要留的必然就出现了留的关系，啊，这花感觉明显的感觉就层次多了，层次非常丰富了，是吧？下面我把它继续完善。画到这个程度了，画面基本是饱满了。缺什么？实际上就缺有些花是不是有蕊啊？看看有蕊的，我们拿点重墨画一画，啊，要想让这重墨在上头不阴，上面就得加点色儿，比如加点胭脂，加什么都行，只要加进点色儿，这墨就不阴了，啊。然后像这个梅花蕊的画画吧，给它点上，啊，像这个。但是这时候脑子里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思维，就是什么呢？不是面面俱到，我们需要有地儿点，有地儿不点，啊，有地儿多点，有地儿少点，就是不让它一样了。好。就是不让它一样了。好，点。画着画着，您不想画了，还觉得气氛缺点，怎么办呢？可以甩点。所以这时候有很多人就拿起红颜色蘸好了，就啪啪啪甩点。还有个办法，就是说拿起这支笔，说我拿这支笔甩，蘸好了颜色，我蘸一点红，大家看看。或者蘸一点黄都不要紧，比如说为了清楚一点，我蘸点暖颜色，啊，然后我拿这支笔再上，这支笔再下，我磕这个笔，磕的结果就是甩上很多小点儿，大家看得到啊，这些小点儿是造气氛的，也可以直接拿笔来甩，都可以，两种办法都行。甩完点儿，觉得气氛合适了，好，我们这张画基本就完成了。这时候你就可以稍微看一看，还有没有不符合要求的地方。比如说某些枝伸出去的，还需要不需要再挑出一点啊？是吧？需要不需要再挑出一点的？啊，这地方需要不需要再伸出一点枝？需要不需要再延长一点？特别是伸出去的那个伸展的那个势要有，啊，看需要不需要调整。如果需要的就适当的加一加，不需要的就算了，啊，这就是梅花这个构图里边我们所提示的这些重要的点，是吧？补点颜色就齐了。比如说，你这里边需要掌握它的不对称呐，需要掌握它的疏密组合呀，需要掌握它开始可以不符合构图，然后逐渐符合构图啊，这都是我们这堂课讲的重点内容。画画好了，现在我们可以题字。拿起题字这支小笔，蘸点浓墨，在它的右上侧往下提，因为这张画是
由右向左上、右下向左上伸展的构图，所以我们这构图需要这右侧题字不破坏左上方的空白和将来左下方要盖一压脚章啊。梅花铁尾骨写时间，然后落名字，盖章。这行字搁上以后，马上这画就开始进一步的丰富构图啊，然后盖章。我们拿好印泥，拿好电印泥的这块皮子，拿好我们的印章，大家准备好，打印泥，垫好，找好位置，双手加力盖好。第二个章，压脚，拿好印章，打好印泥，找好位置，盖好。好，一幅画完成。我们所介绍的用梅花的构图来谈创意，这堂课的创意是什么？大家马上就能回忆到，老师开始是从一个不规矩、不正确的、没有构图的中心点开始的，然后画出了一幅完整的画。那也就是说，构图可以多样化，构图可以多变，构图可以使您在画面当中增加任意性。我们传统构图要学，之字的、井字的、S 型都要学，但是研究一种适合于您的构图办法。所以构图还可以重新创造，可以不断的丰富，不断的出新，不断的出现新的招式。今天构图这个知识，我们用梅花，既学了梅花，又掌握构图了。希望大家在课下好好的练，然后体验它的变化过程，来寻找您这种享受。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艳丽的牡丹，清新的荷花，憨态的小鸭，优雅的白鹭。您也想画出如此生动的作品吗？那就请您跟刘存慧老师学画写意花鸟画吧。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继续介绍32字技法表现规律第8讲任意构图的第2个内容。这个内容是牡丹花的构图创意。刘存慧，国家1级美术师，北京市特级教师、教授，现为中国民族画院副院长、北京诗白艺术研究会会长、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朝阳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画研究会理事。师从娄师白先生，擅长写意花鸟画及山水画，尤以画风雨为佳。我们准备的毛笔，下面呢，大家跟我一起拿起中号笔一支，把水调好，吸点白，吸点曙红，调一下，同时笔尖蘸点胭脂。大家注意，我们今天讲的是构图创意。既然是创意，我们这个构图就不能按照格式走，我们就给自己制造一点构图上的麻烦，然后我们破解它。我做一个9点的格式，1笔、2笔、3笔、4笔、5笔、6笔、7笔、8笔、9笔。这个9笔点出了9点，上下左右是4方格对称的，没有构图。我们需要在这个基础上来把它变成一幅作品，使你在没有构图情况下学会怎么变化构图。下面我们开始画。我先分析，大家跟我一起看。我先看右上方这4个点，哪2个点或者哪3个点可以结合用。我首先确定这个点和这个点相加，那么我用这支笔把这个点旁边加上一笔大的，同时在它的上方又加上一笔，这样就形成了这3笔错落开，可以和这笔进行衔接。怎么衔接呢？
我可以用飞白连接，把笔翻过来调过去，扦擦一下。现在我把这三笔形成了一个规律，形成一个花的非常简单化的一个概念。然后我把笔进行调整，我用笔腹吸点水，大家看，笔腹吸一点水，然后我浓浓的蘸点玫瑰红，加点胭脂。好，上来以后，我这时候开始创造这个花的造型。画了一笔，渲染进来，扦擦进来，画第二笔、第三笔，调过笔来，在上面一笔、两笔，注意笔根儿，注意笔根儿，注意笔根儿。大家现在可能在跟我做，但是做完了以后，注意我这笔没离开纸，但是注意你这个笔可能做完了以后跟我有点差别，你不可能画的跟我一模一样，那不可能。但是你看我这笔还在做，我现在已经把这朵花头画好了。这朵花头画出来，我做到了2点，一点我破坏了原来的2点，形成了一个花头。现在只是这花头缺层次，但是我现在不管它，因为现在还湿着呢，纸还湿着呢。你跟我不一样就对了，因为你不可能做到跟我一样，但是你的感觉要跟我一样。为了连接这2点，要跟我一样。这一点现在不动，这一点可以形成一个小的花蕾，我就是补上一笔。然后注意，笔腹吸点水，笔根儿加了点白，笔尖儿加了点花青。注意，我现在需要把这2笔加成一个花。哎，这个花是竖的造型，向下垂的，这个花是圆的。然后我继续调一点花青，我把这个花完善，让它变成偏紫一点的，一定要趁湿把这个笔道穿进来。好，这个时候我呢，把这一笔，因为画花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这个牡丹花啊，本来是很美的，只是画着画着越画越俗。牡丹不俗，被人们画俗了；牡丹不俗，被人们把它说俗了。因此，我们应该找它不俗的那一面，那一面就是花可以形容一个人的品格，形容人的这种思想境界，甚至一个人的审美感。所以我们把牡丹花很夸张的说，就是借花抒情。因此，这2朵花形容一个整体，并且是一个干的，一个湿的，一个淡的，一个浓的。这朵花不动，这朵花向外，我们将来形成一个没有开的花蕾，并且是淡的。现在我就把刚才对称的9个点已经被破坏出现在这个状态。这个点，我们将来把它变成一个花蕾，这个变成一个花蕾。哎，这个花蕾变完了以后，这个花蕾还可以再大，甚至将来再出现浓淡。现在放着不动，现在这个花就开始改变了。这边我们再上来2笔，一个长形的花，淡颜色的花出现。现在构图有了，因为我们讲的是构图，现在这构图就出现了疏密，出现了左右上下的不平均、不对称。那怎么办呢？现在开始用叶子，我拿起另外一支中号笔，中号笔拿起来以后，把水调好，水不要太多，调藤黄加花青。一看这个色儿缺东西，缺什么色儿？缺焦茶，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焦茶。现在我把它挤上，啊，然后缺什么？缺墨，我把墨也拿出来。墨拿出来以后，下面我就把它挤在另外一个盘子里面。大家注意，挤在这盘子里面。好，我用这个笔画叶子笔，蘸点焦茶，笔尖略微来一点点墨，够了，没调啊，没调。画浓叶子，我先把这个叶子画在这儿看看，随便找一个位置，一看，哦，这个叶子行，我挤这个花过来，画在这儿，画在这儿当花托，画在这儿，画在这儿，黄的不动，这黄颜色当花托，黄颜色，黄颜色。一加上叶子，
你觉得构图更完善一点了，啊，它就相对比原来要出现了一个层次感和疏密关系。这时候我比多调点交叉，甚至比多调点墨，我开始创造画面当中的黑白关系，开始出现点干笔、枯笔。我曾经在32字里边的第5讲的时候讲过干湿浓淡，也叫浓淡干湿的关系。当时谈的就是这个，要有枯笔，要有润笔，要有浓笔，要有淡笔，啊。下面我吸点水，吸完水不用调，马上把这润笔就加上去了，马上把润笔加上去了。大家一看，这个韵味开始出来了。什么叫韵味啊？韵味就是干湿浓淡的组合呀。韵味就是走极限的，干就干到极限，湿就湿到极限，不让它走中庸，是吧？就产生韵味。好，下面继续吸点水，用这个颜色，淡颜色或者是淡墨或者是淡交叉，来烘托画面的其他部分。好，现在这个画面的构图有了。什么叫牡丹花构图的创意啊？这就是创意。我们不按照原来的形式，在我们研究构图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老先生为我们创造了很多构图的形式和构图的规律。比如说，王雪涛先生有一个16字构图法。王先生所谈的16字构图法谈的是什么呢？谈的是一大一小，一多一少，一长一短，一纵一横。一多一少指的是什么？一多一少就是这边花跟叶子集中，画面错综复杂在一起，这边单挑出一个花不集中，有一个杆给它长长的支起来，哎，这就是一多一少的概念。一纵一横就是画面当中有一个花要有势向上，其他的花可能要向下，要出现纵向横向的对比关系。那么这16个字我们在用当中是怎么用它合适呢？大家用法不一，理解不一。有的人就说了，我用当中我是选择了其中的16字当中的4个字做构图，比如这张画我就是一多一少作为画面的构图。那位说了，我这里边采取的是一大一小做的构图，是吧？还有人说了，我把这16个字综合起来用，我这画里边有的地方一大一小，有的地方一多一少，有的地方一纵一横，有的地方一长一短。我觉得怎么说都有每个人理解和创作的道理，但是最好在这16个字里边，你找出某4个字是主语，是主打语言，在构图里边。现在我们就开始把这个构图确定到现有这个状态，画到这个状态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大家现在也在体验，在感受。首先，我们这里边确定了花的结构，然后同时对比出花的造型。你比如现在我拿起这支画牡丹的笔，吸点水，然后调浓浓的胭脂，我加了点花青种进去，看看种好，用这个加花青的这个颜色种进去，同时这个颜色比较厚，在这个笔上有一定的粘度，就是说水少颜色多，能立得住这个颜色的厚度。我来画这个花的层次，你看这笔一下来，笔没离开纸，注意笔不离开纸，然后同时就皴擦勾勒这花瓣上来，你看2笔之后这个颜色就没了，这个颜色几乎就很淡了，你看。但是我这笔还是不离开纸，你看花的层次就很明显，是吧？我又来破它，你看，又来破它，啊，然后我笔翻过来，你看还是这个颜色，它很厚嘛，我就来拉它这个花的这个层次感和它的转折关系，这样这个花就出来了。这花一出来以后，大家伙一看就发现它是很立体的，啊，很立体。然后我利用这个立体关系，我再创造这个花的外围，我创造它的干笔处，你看，啊，然后我又吸点水，我创造它其他的部分的这种造型外轮廓，使花形成这样一个状态。有时候花还可以压叶子，有时候叶子可以压花，
是吧？适当的让它稍微的饱满一点，这饱满一点有时候就画圆了，画圆了也不要紧，是吧？好，画圆了，好，它饱满了，啊，画总得有一个做饱满一点吧，是吧？人们有的时候愿意看这种饱满度，因为形容富贵嘛，这个画，是吧？春花富贵，这人们富贵吉祥都指的是牡丹。这张画的下边这2朵花，明显的我就在虚处理，你看，我在简单的处理它。我甚至可以吸点水，不动别的，我不动了，我就诚心把这花拉长一点，因为那个花是圆的，我把这拉长一点，啊，拉长一点，啊，找一点感觉。然后这花就藏在里面不动了，这个花就干脆淡着。如果怕它出层次没有层次，简单的皴2笔就不画了，啊，往下垂一2笔不画了，够了，那个咕嘚不动。这时候可以在那9个点的基础上可以丰富，说这个咕嘚不仅不动，我还要再加俩小的，为了好看，是吧？说这个上面我也为了突出构图加2个没有开的花蕾，说这下面我得露一点，蘸点浓的露一点，而且还得蘸浓的。好，可以，这边适当的有一点，画面需要。好，然后拿起那支中号笔，勾勒它的枝，比如这个地方，我可以画一下，这个地方我可以适当的来点淡叶，是吧？把它丰富一下，来点金脉，丰富一下。然后这笔可以过来，是吧？从哪儿伸出来的？这枝总得有个走向啊！啊，蘸点浓墨，把这笔加重墨，加上重墨，加上重墨，哎，构图有了，同时有了取势，把这笔加上重墨，加上重墨，是吧？上面这笔这儿加一个枝杆，啊，上去，啊，这笔加个重的过来，啊，过来，这笔也是带过来，这都是在创造画面的大的布局关系，啊，然后下面我们就可以吸点水，用淡墨来衔接这几部分，这淡墨，淡墨根本就不用考虑那么细，你看就是淡墨，淡墨过来，再吸水就反复吸水了啊，再吸水，把这淡墨挤在里面不动，再吸水，再吸点水，淡墨。这边也是淡墨画一点，啊，这个地方处理一下，调点绿，用这支中号笔，调点藤黄，调点绿，调点这个中间色，啊，把这片的叶子画2笔，表示一下它中间有个错落和穿插，啊，连点枝干。这就是加点构成和走势，使画面哎有点动感。哎，画面就舒服了。然后这2边一边高得上去一块，那就干脆把这块带上去，来个枝干，带上去。这个带上去以后再加点绿，啊，再过来，哎，画面就完整了。现在这个画面。从构图来说，我们原来那9个点的关系没了，而且还形成的很舒服。您说这样在构图的时候，不仅是一个我为你介绍创意的问题，同时让你掌握了一个，一旦画面出现这样不规矩的几种形式，你能把它拉成规矩了，是锻炼了你一种构成和构图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需要培养的，而且你有了这种能力，你手下就我们。说一句普通的话，你手里就有谱，你从哪儿下笔的时候，你都知道在哪儿应该收，哪儿应该落，啊。下面我把这张画的蕊点上，用一支小笔，吸点水，我们蘸这个颜色，颜色要蘸浓一点。我点在中间，就不如不点中间，那我就点旁边。这个旁边是作为这朵花来说，是既偏上还不在中间，这样的画呢。摆出来它就好看，越不在中间，画面越均衡，
局部也就越均衡，越有层次感。然后我用一支勾线的小笔，调点浓墨，调点浓墨，我点这个雄蕊。雄蕊要趁干了以后才能点，湿着不行，要趁干了再点。那这时候我们加上它，加上它以后，这边也是加上它，这边也是加上几笔。写一画说加的有多少，这无所谓，但是不要太多，宁少不多啊。加好，加好，下面就是雄蕊的再一次加工。我们拿另外一支小笔，蘸点藤黄，点这雄蕊。大家注意怎么点，长短要分开，疏密要分开，要错落。长短疏密都要分开。点的时候让它，如果你这个底下不是拿黑颜色点过一次铺一次底吗？你黑颜色的点如果点的是比如说10个，你这黄颜色的点可能点6、7个，就是不要把黑颜色全套住，留出点这个明暗层次，画面就显得点出来自如啊，不拘不板啊。然后这边也是，黑颜色如果画板了都不要紧，黄颜色可以给它调整回来啊，就没事了。这张画画到现在这个状态，我觉得提个款儿，画面就基本上完成了。我现在为大家提一个这个字的这个位置和字的这个内容啊，我们提上一个贵气，贵气嘛啊，富贵之气。提完这个字了，一看哟，就发现提完这块黑以后，这块黑不够了，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我们就把这块黑的叶筋可以补上。你看，这都是比较着来的。然后叶筋怎么补？从这儿补起。所以有时候有很多作者在画当中就把款的位置确定了，就是为这个啊。好，勾完叶筋了，一看啊，这块墨重了。这块墨重了以后，正好能够和刚才提完那个字互相匹配，合适啊。那么其他的叶筋就不勾了，正好它在虚处。觉得这块墨有点集中，这块缺点黑，那你可以跳跃着把某一个位置勾点叶筋，这块就不勾了。不要都勾过来，切记不要从这儿开始一块一块一块勾过来，一定要看着画面的黑白灰勾。那这地方就愿意勾皴擦一点，这点就不勾了，这点可以勾皴擦一点，这点不够了。画完这张画，然后接着看，因为我们完成构图，我们是谈构图，看还缺不缺其他东西。这时候有人说了，说老师下边能不能加点黑墨？我说好，下边可以加，但是要注意构图。从哪加黑墨呢？1块白、2块白、3块白，我们加上一个枝条，加了一个枝条就没了，这个关系就对了。这个枝条甚至可以从这儿下来，啊，这时候这个关系就不像刚才似的1块白、2块白、3块白了。好了，然后又有人举手说了，说老师我画这张画有个感觉，我觉得我这张画这儿和这儿有点同样的有点空，我想给它堵一边，怎么堵？这时候我就说了，您可有俩办法。一个办法，您笔中有点绿颜色没有？如果有，好，我们现在拿一点绿颜色，在这加个小印儿，一加就堵了，画面就不空了。这是第一个办法，堵个小印儿啊。第二个办法就是您可以在这加点活物，比如堵完小印儿，还觉得再补一点更好，不是空了就是更好。这时候怎么办？您可以在这飞个蜜蜂。下面我为大家画一个蜜蜂，咱们看看啊。拿小笔，找一支小笔，您这正好有小笔，有一支没有用，咱把它拿出来，把水挤掉，调点墨，这个墨必须是重墨，我看看重不重啊？调点重墨，好，然后画这个蜜蜂，先画蜜蜂的头部。然后画它的背部的斑痕，然后画它的翅膀的位置，然后画它头的位置，然后画它前面腿的位置。好，画一个蜜蜂的结构，很简单，写意的。
觉得一个还没完善我自己的构图想法，再添一个，那就在这儿再添一个，添一个近一点，再添一个头部、背部的瘢痕、翅膀的位置、眼睛的位置、前面腿的位置。好，2个画完了，这时候我就拿起一支小笔，这支小笔正好原来蘸过黄颜色，加点鹅黄，笔尖再蘸点红。好，就这个色儿。我先把这个后背1笔加上，2笔加上，3笔加上。啊，我们讲过这蜜蜂，我们今天又重复了一遍，大家等于复习一下。留一高光，1笔加上，2笔加上。好，然后我们把另外一支笔拿起来，这支笔随便找一支，只要是中号笔以下的，把水挤掉。我们画一下它的翅膀，翅膀分2笔，侧起来，第1笔，第2笔，这边第1笔，第2笔。好，画完翅膀以后，我们就是把笔中的水再挤一挤，笔尖又蘸点重墨，把这翅膀的根儿点一下，就这叫破墨。我们曾经讲过。好，这蜜蜂画完了，画到这儿我们才开始盖章。这张画基本上构图完成任务了，我们研究构图研究好了，大家把印泥拿到，盖印章的这块垫的皮子拿好，选好章，垫好位置，我们开始打印章。啊，选好你自己要盖的这个图章。这图章在这儿有一块红，我们现在盖的时候要躲开这块红，因此可以在旁边盖。你就只考虑它是一种装饰，它没有具体的、固定的，非要让你怎么做的一种格式和要求，只要符合构图，我们就可以。然后盖上一个红颜色的大章作为压脚。好，由此这张画的完成。完成这张画，大家看到什么了？大家看到了我开始由9个点画到现在的一张画的整体过程。那么回过头我们想一想，我为大家前后讲了32字技法表现的一个总体规律，这8要素。这8要素当中，我们今天讲到任意构图说完了，希望大家把前面这7个内容啊，加上最后一个任意构图的内容，综合起来，我们进行一次全面的回顾。我们讲过水的运用，我们讲过调笔方法，我们讲过行笔变化，我们讲过笔触组合，我们浓淡干湿，我们讲过虚实关系，我们讲过疏密布局，和今天我们讲的任意构图。我希望这32字技法表现规律能够为大家在学习绘画、艺术创作当中提供一个想法、思路，帮助您把您的画画得更加的完美。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艳丽的牡丹，清新的荷花，憨态的小鸭，优雅的白鹭。您也想画出如此生动的作品吗？那就请您跟刘存慧老师学画写意花鸟画吧。观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大家跟我一起来学习中国写意花鸟画。我们把花鸟画分成这样几类，今天我们要讲花草类。第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竹子。刘存慧，国家1级美术师，北京市特级教师、教授，现为中国民族画院副院长、北京诗白艺术研究会会长、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朝阳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画研究会理事。师从娄师白先生，擅长写意花鸟画及山水画，尤以画风雨为佳。竹子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大家也非常喜欢的一个植物，画的人也很多。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用的毛笔。下面
大家跟我一起拿起中号笔一支，用笔尖调墨，然后在调色盘里看看它的色度，前边重后边淡，把笔调扁，同时再调一下重墨。我们先从竹子的结构说起。既然画竹子，我们就要把竹子说透啊。竹子的结构，按我们正常的理解，它应该是一个长形的结构。长形的结构，首先行笔应该藏锋画出来。这片竹叶是由右上向左下画形成的一片侧样子的，就是侧面样子的一片叶子。然后我们再画一笔藏锋，是画一个由起笔以后向右下方行笔，画一个相对正一点的叶子的形状，啊，两笔交在一起就可以成为一片叶子的一部分结构。大家看，这就是一片叶子一部分结构。这一部分结构只是两笔，如果按叶子的结构生，大家都知道，小时候我们上学时老师也讲过，竹叶是什么样的呢？竹叶有个字形，有介字形。那么现在这是个字形、介字形吗？不是，我们要想象，再加一笔，就是个个字形。那么如果我再重一笔，再加一笔，再重一笔，任意看里边的四笔，比如说1、2和那两个重的3、4，这就是个介字形。这个介字形是错落在一起的介字形。然后我们把这笔加上来一看，啊，竹子是这样长，并且有深有浅。然后我们这时候笔尖又沾了点墨，继续画上面的一笔，这笔画的时候要看着这两笔，不要出现有意识的平行，错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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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了3笔或者4笔，然后重一笔，又重一笔，重一笔。哎，在这里边还可以找出哪个像介字形1、2、3、4，哪个像个字形1、2、3，哪个像介字形1、2、3、4。我们可以大概分出这样一个个字和介字。这时候我就要说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片面的理解个字和介字会出现毛病。怎么叫片面理解呢？我们看一看，我拿笔蘸点浓墨，一笔、两笔、3笔，我认为这是个个字形，没有问题。如果你脑子里继续想这个个字形，你就会把它画成一笔、两笔、3笔，那么这个个字形相加，就会形成一种不正确的表现形式，最后达到的结果就是画面所有的叶子是雷同的。那么介字也如是。怎么不做到这一点，而做到很自然形成个字和介字？那么我们就锻炼一个方法，大家跟我一起做。我们首先用笔调点浓墨，这时候笔中有水，大家不用再去吸水了啊。我们做一个动作，比如说我画几笔一样的，你看这4笔是一样的，我画了4笔。我想问大家，跟我一起思考，我这笔怎么加第2笔合适？那有人说了，老师，您这笔加一小一点的合适。我说认为对。然后那位说了，老师您这笔错着加进来合适。我说对。那位说了，老师这笔能不能分开合适？我说也对。最后一个人说了，老师这个方向像一个相反方向。我说也对。首先这2笔之间相加，必须做到大小不一样，大小不一样，同时做到宽窄不一样，长短不一样是最好。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想，这2笔相加，其实已经自然形成了结果。这2笔相加也是自然形成了结果，这2笔相加也已经自然形成了结果，这2笔也如是。这个时候我们去考虑它的个字，
我们只需要在里边找其他方位的任何一笔相加，这就是各自组合。这个各自组合还正好有密有疏，不是这种各自组合，没疏没密。在这里边也如是，我再加一笔就是个各自组合，它也是有密有疏。这个也如是，我再加任何一笔都是各自组合，这个也如是，我再加一笔也是各自组合，有密有疏。这样就锻炼了一个通过竹叶的表现达到你锻炼疏密组合的目的。叶子画了这么多，讲了这么多道理，大家明白了。画竹子要求你要理解竹子的结构，要把表现竹子带着你的情感去画。你画快了，你还能做到这点吗？画快了的时候，这个笔触就有连笔了，有连笔了。连笔的叶子画的时候，自然就形成了一个笔和笔之间的这种韵味变化，你看，就有连笔了。当有连笔出来的时候，你的情、你的感觉就带进去了。这时候我们就不注意观察这里边结构的某些点是什么样，只注意我的情感的表达跟这种抒发。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现在老师讲的东西作为一个基本功来想，作为一个基本功来研究，就是合情合理的了啊。下面我把我画好的这些叶子，把它利用起来。怎么利用起来呢？首先一个要利用竹竿利用起来。按照以往的画法，老师要竹叶怎么讲，竹竿怎么讲，我先把它综合说一下，然后我再为大家来分别来解释啊。竹竿怎么连贯这个作品？这作品已经老师讲课已经画成这样了，你可能刚才跟着我也画成这样了，因为你也是这么一张纸，怎么办？老师拿起一支大号笔，最大那个，吸水，然后吸完水以后调淡墨，在调色盘里边，调完淡墨把笔翻过来调过去，把它做扁，把水挤掉，自然扁了，大家看到，然后笔的一侧蘸墨，另外一侧蘸墨，笔转过来，这时候笔就可以了。两侧蘸墨画出竹竿是有立体的。然后我们看着哪组竹叶可以要，一看就是这组竹叶能要。那我把这组竹叶藏起来，我就从这儿起笔。画到这儿以后，笔一抬，转过来，顿笔，再顿笔，再一裁过去，然后又转过来，顿笔，又一画上去，竹竿出来了。竹竿穿了刚才那个不规矩的那几片叶子，您现在也可以这么做。然后竹竿一做，注意这时候的竹竿不要蘸墨，画第二根，上第二根，要两个竹节要错开，不能在一条线上，翻过来，碰撞在一起，上去，翻过来，分开，俩竹竿。这时候需要调整笔了，把笔摁一下，把刚才调色盘里那淡墨再调整，然后多少调进点重墨来，比刚才重一点，然后把它调扁，然后再继续蘸重墨在边上，画一个重的这个竹竿，可以压住那个淡的，比刚才那长，比刚才那细，上来，上去，3根竹竿。刚才您那竹叶现在已经被竹竿穿进去了，已经长上了。虽然我没有勾它，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一个画竹子不一定先画竹竿后添叶。您那叶画好了以后，可以用竹竿穿它，采取我那个分离、重叠、并列的手法，一穿，自然就长上，而且毛病也被挡住了。好，下面拿起一支笔来，蘸浓墨，蘸浓墨以后，先勾竹节，这竹节看看怎么勾法。其实这会儿不勾也可以，但是为了讲透，我们要勾一下。勾一下，大家先跟我勾一下啊！完了，我们还要接着再去细讲。勾完竹节以后，要画那个分出来的小竹竿儿，从下边再画一个细的，注意，这小竹竿就会继续连那个叶子，啊，注意，这时候就说这个
长的这个小竹子的这个分支，一般画的时候都是不同时画两边，有很多竹子长的时候，就是这边从这边生枝，这边从这边生枝，它正好是侧位，啊，这样也比较好看。我这边补一笔是为了怕这边形式上太正，所以我补了一笔。这笔为了不交代出跟它是同时生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这儿连出一笔去，就把这笔接上了，交代上了，啊。然后就看这些小的部分，分支的部分怎么接，这个接法就有很多种了，是吧？怎么接都可以，这个小竹叶，是吧？先把它大概接一些小线条画好，然后就继续添竹子，继续添竹叶，又拿起那支中号笔，吸水，好，淡墨，调点浓墨，注意，开始画，看这个构图，这个空白肯定要堵的，各位，大家如果也有这个空白，你要堵，拿什么堵？要靠叶子，从这儿出叶子。这叶子要，你看行笔要快了，你看要快了，拿叶子来堵啊。堵这个现在的这个空隙啊，然后这部分还要继续堵，继续堵。好，这时候水没有了，我们继续调点水，蘸点浓墨啊，吸点水，蘸点浓墨。好，把小叶画上，这时候这叶子就丰富起来了，而且这么一夹这叶子，就形成了一个构图。这构图正好是纵向的、横向的相组合。我曾经讲过16个字，一纵一横，这里体现出来了啊。然后我们就要看，从构图讲，这边缺点东西，好，画上两笔，画上两笔啊，画上两笔，好，竹叶。表示这个竹叶的这个结构，这还可以画上两笔，啊，竹子构图。然后下边为了呼应这个，还可以画上两笔淡的，你看这自然就淡了，因为你画到这儿了，自然淡了。啊，吸点水。然后这个可能是从这儿来的，啊，我们就想象，然后任意的定位，啊。好，这时候浓的、淡的具备，然后我们继续用这淡的补上面这空白。我们以前画别的时候，什么画迎春花啊、画梅花，我都讲过补空白。这竹子也如是，有很多是要补这空白，补这空白，啊，这时候我们空白补好了，竹子的基本形式就完成。吸点水。这张画我带着大家是做了这么一过程，这个过程明显的看出老师带你画这个竹子是开始有几个不是竹叶结构的组合关系形成的竹叶。这张画我们放在一边不动，下面我为大家表现一个红颜色的朱竹，同时练习不是墨，是颜色怎么组织变化，同时把画法又复习和重新学习了一遍。我们画朱竹，先画竹杆。刚才我是先画的竹叶，现在先画竹杆。这竹杆画的时候，还是拿这支中号笔，我先蘸黄，后蘸红，这是一个调成一个橙色，然后笔尖调焦茶色，然后把笔调扁，两边蘸墨。这是用小笔画啊，刚才那是用大笔画，都一样。我们开始画竹杆，先画竹杆，就要找构图，找定位，从哪儿画起？注意顿笔，顿笔，画上去，
画到这儿笔翻过来，注意翻过来，顿笔顿笔，右走。竹杆，红竹杆画完了以后，特别容易分析它这个颜色，这边是重的，那边是淡的。然后借着这个红颜色竹杆继续调交叉，然后把这笔又调扁，两边蘸墨，画另外一个竹杆。另外一个竹杆画的时候注意错落关系，以墨为主了，调过来把笔竹节画了，然后画着画着红颜色出来了，调过来，哎上来，而且枯笔出来了。好，然后把这笔放旁边，把大笔拿起来，1号笔，还是调交叉加上那红底子，你的调色盘上有就不用多调了，啊，调好，笔根来点黄，调好。调扁，然后两边蘸墨，画粗的杆儿，从这儿画起。你看，调到这儿，把笔拿起来了，一顿笔，再一顿笔，2次顿笔，然后错开这个距离，不要画在一条线上，画上去。你看，又拿起来了，往上一提，提成这样，大家看，然后翻过笔又翻过来了，然后1次顿笔，2次顿笔，又错，往上走。出现一个粗的竹杆，2个细竹杆。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把笔放一边，拿起刚那中号笔，调出那个朱竹的那个朱红色，然后笔尖蘸点墨，这也得有点墨呀。画叶子，我们从这儿画起，看，能连笔画吗？试试，大家跟着我试试啊，能连着笔画吗？试试啊，然后调一点红颜色，调墨，能连笔画吗？调红颜色，调墨。好，调红颜色，大家跟着我看，上面大笔小笔，你看小笔，看该送的送，该送的送，该挑的挑，啊，吸点水，又蘸红颜色，画2笔小一点的。好，这个组织当中，你看有一个势，向哪个方向做，啊，向哪个方向做，哎，它就容易好看，不散。这样摆出这么几组，大一组，小的、重的、淡的。好，我们开始勾线，然后直接调点重墨，先从这儿画起，画点小的竹枝，小的竹枝。小的，啊，小的小竹枝，有时候枯笔也可以用。然后继续调点重墨，勾这竹节，这竹节勾出来是这样的，哎，打一勾，做一勾啊，勾出是这样的，啊，勾几个大家看看。然后就是连这个竹杆。啊，然后就连这个竹杆，连这个，好，这时候画面就开始出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画面构图和画面的取势。啊，一个朱竹的形式画好了。我们这个朱竹的表现形式是为了介绍这个竹杆跟竹叶之间的组合，然后也要有淡颜色在这边穿插，来破这个画面。除了这些小枝以外，还有一些就是淡颜色。
淡颜色是为了创造画面的疏密的，比如蘸点发黄的这种朱标色呀，画点小印儿啊。我曾经在有一堂课上我讲过，画面当中有很多的笔触是没有具体表现功能的，它在里边是起一个综合的一个衬托作用、呼应作用。由此，我们的画面可能这个小印儿在里边就是起这个作用的，是吧？这个衬托作用很重要，哎，这样画面就自然感觉丰富了。你只要靠那几个大叶子来撑住画面，小叶子自然会形成一种气氛和效果。有时候用到最后，甚至都用笔的笔腹和笔根了，也可以，啊。好，这样就画面就形成了一个构图和布局。这张画画完了啊，跟刚才我画的那张墨的竹子，我们现在再比较一下，大家看好这张红竹，我们把它换回那张原来的那张墨竹，把这张画拿回来，大家一看，发现刚才跟现在这张都有一个共同的知识点，就是画面当中枝干就是竹杆，咱们说叶子就是竹叶，它之间的组合是穿插的，不是叶子跟竹杆要分开，而是要穿插在一起，穿插才能表现层次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开始研究，我们这张画再继续表现层次关系，那是红的，这是黑的，墨的，墨的里面可以加什么呢？还可以加墨，同时可以加一点淡淡的绿色。我们拿那支小笔，就是中号的那支画竹叶的笔，挑一点花青，一看，哦，这个花青是蓝的，然后又蘸了一点焦茶，再一看，哎，蘸完焦茶以后，这个颜色就不那么蓝了，可能合适，啊，然后我们就在叶子里边用这个颜色去补叶子，补点叶子，填点空白。补叶子的时候，我们就是重新又创造叶子结构呢，还是按照原来的叶子组合形式做？我认为应该按照原来的组合形式做。叶子凡是竹叶都有势，向下的、向前的、向上的，避免左右上下都有，啊。大家看，我现在把它画出一个曲式，啊，吸点水，调点花青，调点焦茶和花青的共有色，啊，画这个色儿。这个色儿可以表现远处的竹子，虚的、淡的、朦胧的都可以，啊，画在旁边，不怕多，要有规律，啊。这边也是填一填这个空白，继续调花青，调点这个焦茶做。你怎么画，它也是只表现背景当中的内容和结构，它超不过重叶子。所以这样画，我们会使画面更加的丰富，啊，画面更丰富。那么最后的重叶子也可以补，也根据画面来调整画面散与不散，花与不花。用这支笔调点重墨，然后开始看这个画面。画面这一个位置我们可以加一加，让它出现一些整体效果。比如说这儿，不怕错进去，啊，比如这儿我们加上一笔，比如这儿加上一笔。比如这个位置我们加上一笔，有时候还可以有倒插笔，不怕。把这些该藏的，是吧？该解决的一些疏密关系上的问题的，我们把它堵住了，是吧？那么这幅画我们就基本上告一段落。这样的一幅竹子成品就算有了。下面呢，大家也跟我画到这个状态了，我们就开始为这张画做完整的最后处理，比如说题款啊、盖章啊。一张作品完了。今天表现竹子是我们作为花草类的第一堂课，虽然讲的不多，但是抛砖引玉会为大家引出你画竹子的一些思考。希望大家在课下
通过一些教材，通过我为大家总结的一些教学的一些理念跟知识进行练习，使你对竹子有一个新的感受。好，谢谢大家。艳丽的牡丹，清新的荷花，憨态的小鸭，优雅的白鹭。您也想画出如此生动的作品吗？那就请您跟刘存慧老师学画写意花鸟画吧。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学习风雨竹子的画法。刘存慧，国家一级美术师，北京市特级教师、教授，现为中国民族画院副院长、北京诗白艺术研究会会长、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朝阳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画研究会理事，师从娄师白先生，擅长写意花鸟画及山水画，尤以画风雨为佳。我们上节课学了竹子的笔墨变化及行笔的规律，下面我们介绍风雨竹，特别是风雨作品的特点。画之前呢，我先把我们今天用的笔说一说。绘画风雨作品，首先这个纸就肯定是跟其他纸有所不同。这张纸我是在课下已经做好的。拿什么做的呢？我们就采取了我们常用的明矾。明矾在白纸上，在生宣纸上加入明矾以后，这个白纸就不吸水了。那个明矾有的那部分不吸水，正好是变成了由生宣到熟宣的过程。我们利用这个特点，把明矾分布在这个纸的各个不同位置，按照你的取势把它画在上面，形成雨的那种质感跟效果。用什么画上去？有时呢，我用一支毛笔把它劈开，劈开以后前面分出几叉，然后用这支笔的分开部分蘸上明矾，开始画风雨的效果。画的时候，我当然要按照风雨的这个层次排列，一遍一遍的加入。大家看看我这张纸，现在上面有明矾，我做个实验，我拿一个中号笔，吸一点墨，笔尖调一下层次，翻过来调过去，看看它的色阶，画上来了。这一个笔触上来以后，马上就出现痕迹。大家可以通过看到这个痕迹，就发现这就是雨的风雨当中雨的每一个雨道都在上面体现出来了。我们也叫做肌理，这种肌理正好能够把墨分开，形成不同变化。然后我们错个位，再继续画，就发现这个道逐渐的就越来越多，每画过的地方就有，每画过的地方就有，这就形成了一个雨的势。上面这些道还不一样，大家看到了，有的是道，有的是一块痕迹，有的是一些斑斑点点。不管是什么，都是因为提前我撒明矾的时候做上的。因为那时候它是无意的，你怎么撒这个明矾都无意。当你干了以后，你在画的时候，你才发现这个道是有宽有窄，有粗有细，有长有短，不一样，但是方向是一样的。下面我把这个水吸在笔里边，在笔腹里继续吸一点，让这笔再润一润。我们再看一看，再画几个道，你看看。好，我又画了这么3笔，大家看到了，道又出来了，很明显的这种雨的感觉。这个办法应该是最简便。下面我把这个风雨的笔触结构，画竹子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大家看一看，我说一说啊。我现在画了若干笔，大家就发现，老师画这个的时候，老师是顺着势走的，没有一片叶子是呛着出来的。说呛着出来没有？为什么？因为它风雨当中会把整个的叶子拢在一起。我们这个叶子的势，老远一看，人们看这个画的时候，先从远看到近，远处一看就发现这是风风雨雨的，近处才发现这里边能数得出来的还有这么若干个竹叶儿。
看来远处看的是大效果气氛。怎么出现这个大效果？当然就是我们画当中要用笔组合出它的大效果。这是一笔，我们也叫做一片、2片、3片、4片，可能4、5片叶子一个组合。这边可能更多的叶子片的组合。注意，在这个里边，叶子的分配我们就靠疏密。你看这几片淡叶子，1片、2片、3片、4片，这4片淡叶子就靠疏密。这2笔和这笔之间就是密的和疏的，补了一个小笔。那么现在我要画小的这些枝条，大家看，我还拿这支笔，我吸一点水过来了，然后笔尖蘸了点墨，又调整了一下，好，把笔中的水再挤一挤。这几个动作一定要注意啊。下面我开始画一些小枝条，大家看，我随着画，我这笔还变了一下位置，转了一下，转了一下，转了一下。转了一下，你看，转了一下。好，这小枝条一连，更显得这个叶子的势出现了。一看就是由这边，这叫左侧的中部向右侧的下部弯过来，这个枝条。然后我又调了点墨，调完墨以后，大家看这个调色盘里这个笔的运作方法，摁平，然后扁了，这叫鸭嘴状。扁了以后，侧面蘸浓墨，这我们曾经讲过。上节课我就特意说这个画竹杆这样才有层次感啊。然后我们接着画竹杆，从这个方向左下方往上画，把笔转过来，还是老规矩，我们画过了，这也等于回顾了一下画法。转笔画上去，势一定要由左下方向右上方倾斜，增加这个势的这种概念。好，第2个竹杆，注意俩竹杆之间别在平行位置，这都是我们讲过的。俩竹杆之间可以画到有实有虚，甚至可以交叉，都可以。势出来了，尤其在竹杆上，你看这一道一道一道全是雨的感觉。我记得我在研究这个画风雨的时候，是1982年，我还特意把这个风雨作品的内容通过写生，通过我在绘画当中，你看我现在画小杆也是通过写生绘画当中分析，然后一点一点的把它画在画面里边。我画过牡丹的风雨呀，竹子的风雨啊，紫藤的风雨啊，山水的风雨啊，通过不同的风雨特点，我就摸出了这个明矾和宣纸之间的关系。怎么说呢？我边画边跟大家讲。我现在用这笔吸点水，小笔吸点水，然后我调一点墨。宣纸跟明矾之间的关系，我们是这样的：首先，宣纸纤维长，我们画风雨不太适合，就是宣纸拉力大，你一落笔，这个纸的水无限的延伸，这种宣纸拉力长，纤维长，画风雨不合适。画风雨的最好是纤维短一点的，是吧？我们现在我使的这张纸就比较合适，是吧？一般的这个宣纸里边的净皮单宣呀，或者是特种净皮单宣啊，都可以啊。好，这是一个局部关系。画到这个感觉上，问题就要出现，就是画面都在用墨画。现在你看我这笔里面都有用墨，是不是加点颜色？因为我们不是为了画纯水墨，我们是为了表现层次，因此我要还用那支墨笔，吸一点水，就利用墨笔里边还有点墨，我蘸了一点黄，在刚才的调色盘里调一下，你看这个颜色就出现了绿的成分，然后我又调了点苔青或者花青，好，不动，拿过来，我选好一个位置，要把这个竹杆跟竹叶连接。比如说我在这儿连接，一笔竹子，2笔3笔画下来，这个竹子还可以连笔画。你比如说连笔很快，很快可以画出大叶小叶啊。比如在这个位置，大家看，一笔笔没动，连2笔3笔4笔5笔，接着画6笔，
这是属于连笔造型。连笔造型我们画竹子也好，画其他东西我们都用过，它是一种行笔的方法。这种方式方法，尤其在风雨里边，特别容易显得有气势，而且连贯性强。像这个小叶儿，本来什么都没有，我可以适当的加两笔。你看，由于连笔，大家看这叶子就很舒服，是吧？小笔触，但是笔要连1、2、3、4，啊，带过来，然后吸一点水，笔腹，我又蘸了一点点花青或者太青，老是蘸一点啊。拿上来，同样表现这个连笔的小叶儿，大家看到了，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感觉淡叶子也好，浓叶子也好，它把这个竹杆贯穿在一起，层次多了一层。我下面要为大家把这个竹叶的结构说一说，因为上次我们讲竹子的时候已经谈过，竹叶的画法当中有几个笔法。下面我把这个放在这先不动，为了大家能够把它理解得更透，我拿着另外一张纸，大家看。第一，你是笔锋落，往后拖笔，这笔竹叶画完了以后，上边是尖端，下边是尖的尾，中间是像鱼一样的形，中间宽。那么你同样再用一笔起笔的时候，你比如我从这儿再下一笔往后一画，会出现什么？会出现这个位置的水分二次相融，使这个位置的叶子的形被破了，破的原来你那个好看的形没了。如果你从这儿又加了一笔，你又加了一笔，一看，你觉得这个形画出来了，但是这3次接触笔触和水，它就会使这阴成一块，这一块阴出一个很不成形的一块墨，谁都不想这样。那么怎么办？这个笔要看，就要在上面有跳跃，有力度变化。比如说落笔，拿起来，笔锋回来，点一小笔，接着画一笔，这笔可以不连，断开了，大家看。然后又可以从这儿连一小笔下，然后往这儿做。然后这个笔画当中还可以连这笔，你看小笔锋，看笔锋，不要大笔触，你看笔锋还可以连。这连当中，这个笔自然是一会儿笔锋，一会儿笔肚，一会儿笔根儿。那么这个笔就要有跳跃，拿起这个笔以后就要1、2、3， 1、2、3、4，你看1就不一样。所以这个连笔指的是笔尖在纸上可以移动，同时提按。啊，我再做一遍，大家看。我吸一点墨，一笔、2笔，这拿起来了；3笔拿起来了。好，4笔没动，5笔、6笔、7笔。啊，你别小看这里边多了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就多了一个笔道，这个笔道自然形成一种我们叫什么？我们叫笔触痕迹的变化，显得活啊自然。然后我就接着做，就告诉你这个笔当中没有水分的时候，我们还在做。你看，这也是连笔造型出现的效果，它有干笔触，有湿的。那么作为竹叶呢，大概其就是这样。在风雨里边画竹叶，能不能采取其他方法？其他方法还有什么？我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个勾勒填色，填色和加勾这2种办法，在风雨里边偶尔可以用到，因为不是完全都必须墨骨，那不一定。如果是勾勒填色的，我拿一支小笔，大家看，您就要注意一点，您勾的那个颜色一定不要太重。您比如我现在蘸的是淡墨，我现在勾一个笔触，大家看看，点一点，然后带下来，这算勾一笔叶子。勾这笔叶子当中，下边这角就是这竹节尖儿，不一定都得合拢，这合了这就不要合。你不合，将来还想让它合，比如说从这儿还有一笔没合，但是这个没合，这也没合怎么办呢？你可以从这儿单补一笔给它加上，你补一笔加上，这个一下就合拢的，这个没合拢的就形成1、2、3个不同的样子，不同的形态。如果你都合拢或者都不合拢，都不太理想啊。这样这是作为勾勒。如果我们说它怎么填呢？填色，它的填色，我拿一支小笔，随便找一支，我补上一点太青或者花青色，
我补上一点，大家看看啊。然后稍微加了一点点黄色，比较浓。如果浓了，我笔中还可以再蘸点水。我们看一看，填色的时候注意不要填满，因为它是风雨的画，你填满了以后就没有层次感了。所以你从这边填，你可以看着填，甚至可以填出飞白，然后又一次吸了水，然后又一次蘸了点黄。画到这儿，这个可以先不画，先画别处。你看，先画别处，然后先画这边。你看这个先画下边，然后后画的上边，是吧？这个就从上面直接画。画到这儿的时候，这块白可能就不动了，正好在风雨里面有一块反光，或者是水和雨当中的那种光影的转折，也可以把它继续填实。如果这块是因为风雨的明繁实不了，那就无所谓了，那是雨的痕迹。如果是你自己空出来没有填实，你就可以考虑。现在就是在风雨里面，这是勾勒填色。墨骨加勾呢，比如说我们先画了这个颜色了，一笔、两笔，是吧？3笔、4笔，比如我们画了4笔，这一个竹节画过来，怎么加勾？还拿这支小笔，勾的时候要注意，可勾出飞白。你看，这算可以分着断笔勾，也可以连笔勾。你看，这就没勾死，这就勾的相对接的紧一点。下边那个几乎就不勾了，勾了一笔，这个你看带过来，哎，又勾了一个飞白出来，留了一个飞白出来，正合适。这勾死了，这没勾死，那我把这个补一笔，又形成了每一个尖儿不一样，每一个尖儿不一样，深浅不一样，深浅不一样。通过2个方法介绍，通过我平时绘画的经验和大家在练习当中所总结出来的感觉，我觉得墨骨加勾，特别是在画风雨作品里边，往往会画起来比较顺，特别效果相对勾勒填色更好一些。因为勾勒填色这个线容易在风雨里边画的实或者平，而墨骨加勾你会有的放矢，想深就深，想浅就浅，想留就留，想不要我们就把它去掉，都可以啊。在一张画里边有墨骨加勾，有纯墨骨，可以组合，纯墨骨也可以组合，所有的都是墨骨加勾也可以组合。所以方法多了，您画起来恐怕应用起来我们选择的空间就大啊。下面我们把刚才画的那张风雨作品拿上来，我先会看墨，哟，这墨平不平啊？我先要看这个问题，觉得有点平，黑的有点和不黑的太接近，也就是说有点发灰。这时候我就马上把浓墨倒上，倒上浓墨以后，蘸了一点，在哪儿加？自己就会重新想，在哪儿加呀？这时候我就想，可能应该在原来种的地方加。原来种的地方加，是不是会扎堆儿？那我先加一笔试一试，一笔、2笔，同时这时候你也发现你这笔里边的这个墨合适不合适，是吧？这时候我一看，哎，还可以。老师一再讲啊，我脑子这在想，老师一再讲这个试要有一个整体感，不许画碎了，因此这个画的笔道要方向性，要有整体感。这时候老师说了，不让我乱画，我就在这儿画吧，并且老师说可以连笔，是吧？这叶儿可以因为风势而抖起来，是吧？哎，形成这样一个状态，一看就仿佛就有风啊、有雨啊这种感觉。然后老师还说了，这些竹杆呢不能都露着呀，那么这时候这种竹叶可以在上边穿个1、2笔。我画上个1、2个啊，我继续蘸点浓墨，然后补2个小笔触，啊，哎，补2个小笔触，然后这个叶子就多了。叶子多了以后，拿什么去扎这个堆儿，让这个叶子空白减弱？不是重墨，是淡墨，心里要有数。这是第一。第二个，一张风雨作品里边是以重墨为主还是以淡墨为主？肯定是以淡墨为主，让它虚嘛，朦胧状态才好看。因此我这笔里边的墨就不能画的太多，我就要找合适的位置点上几笔，点到为止。好，点到为止。这时候我这个画面的效果，我就确认基本符合笔墨和结构要求，把它再勾过几个小的这个竹节或者竹枝。好，画面齐了。
这时候我要吸水，满足水分淡墨的需要，吸水。每次吸水就填补一下画面的结构和空间以及构图。你看，往这儿填，这是什么地方？上侧的偏左位置，证明你这个上面还有很多的珠子，延续把它的场面加大，把它场面加大，有很多的珠子啊，画过来。好，然后这个小竹叶啊，我们画点小的，不怕小，不怕。这个时候小笔触最不怕，因为它是染气氛的，渲染气氛，烘托气氛。好，啊，这时候也能锻炼您这个行笔当中这个笔法。你看握笔还要往后握，不要往前拿，往后握，往后握，锻炼自己行笔运笔的这个自然的这个运作过程和掌握这个度啊。淡墨，这时候我就发现这2根竹竿被虚进去了，缺的是小竹节。我就拿起那支小笔啊，小笔拿起来，蘸点浓墨，我把这小竹节加一加啊，小竹节，好，加上小竹节，小竹节加完了以后，这时候画面就开始出现了总的式的感觉，像这空白都可以用小竹节来加来弥补啊。这地方也是有点，这地方也有一点啊，这样画面就丰富了。然后下面怎么办？下边有2个办法，一个办法画一根主竹竿，支撑一下。比如说我拿起一支大笔，大笔我们一直没有用啊。我调点淡墨，啊，调点淡墨，然后两边蘸浓墨，选好这个位置，我们来一主干，调过来，上去，哎，加一个主干，这画面的层次一下就多起来了，是吧？然后在主干的旁边，我们加一点小枝条，拿小笔调点墨，啊，画1、2笔都行啊，带过来，带过来，这小枝条，哎，伸出去，就丰富了。然后这地方为了让它这曲式合理，吸点水，拿小笔，曲式合理，我们还可以再画一个小枝条，啊，画面很舒服了，因为它有动感了，是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考虑是否渲染背景。渲染背景拿什么？我们今天单选了一支笔，就是排笔一支啊，我拿起来，这支排笔有大号、小号，这还算个中号的，啊，拿个中号排笔，吸水，吸完水以后，调您笔中的那个太青蓝或者花青，在墨盘里边再吸点水，水要足一点，我们把它做出一个这个花青加墨也好，是太青蓝加墨也好，这种暗蓝色带一点灰头，然后我们就开始渲染它的背景。背景渲染的时候，肯定这一笔下去，这个叶子就被吃掉了，所以我们得看现在这笔是重的颜色，我们先画在哪儿？比如说我们先画在这个位置，啊，我们看看虚笔画，这时候画的时候还可以有点飞白啊，就留着不动，然后吸水，吸完水以后填刚才那个空白，这一填那个湿画法就出来了，啊，刚才第一笔那个印儿还留着呢，大家看得出来还留着呢，啊，然后这时候你可以把它画过去。这样的话呢，我觉得现在这个效果就出现了。这个效果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风雨的效果，就出来了。啊，哎，画面就好了。
这就是一个风雨作品的一个介绍过程。这个过程介绍完了，下面的任务就是你觉得画面大体关系具备，取势有，构图完美，结构也比较清楚，而且一看就是个风雨当中的竹子，有韵味儿，有笔墨，有情调，可以了。一定要等干了以后再提款啊！干了以后提款也跟每次我们提款情况是一样，落上您的名字，落上时间啊。提到这儿，下面就是盖章。2块红颜色就使这画面很精神，这样我们这个作品就已经把它完好的创作成功。画风雨作品，大家注意，我谈了2个内容。第一个谈怎么样把这纸做出效果，第二个我谈行笔当中怎么顺势把风雨的竹子画得符合大气氛。2个都把握住了，说您竹影当中出现点小的错误穿插，那都可以原谅。因此练习风雨作品是为了让您在画竹子的同时增加一点新的感受，把竹叶重新做一个尝试组合，结构变化对您画竹子是非常有好处的。希望在课下请大家认真的练习，体验一下这个风雨的效果。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艳丽的牡丹，清新的荷花，憨态的小鸭，优雅的白鹭。您也想画出如此生动的作品吗？那就请您跟刘存慧老师学画写意花鸟画吧。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带着大家讲芭蕉怎么画。刘存慧，国家1级美术师，北京市特级教师、教授，现为中国民族画院副院长、北京诗白艺术研究会会长、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朝阳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画研究会理事。师从娄师白先生，擅长写意花鸟画及山水画，尤以画风雨为佳。芭蕉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种南方的植物。我们首先选择一下今天要选用的笔。下面大家跟我一起先拿起一支大笔，1号的。这支笔吸水，吸完水以后，把它放在一边，倒上墨。墨色是画芭蕉的一个主体颜色，我们把它倒上，然后调出浓淡的色阶变化。讲到芭蕉的画法，应该说我们先要了解都有哪些画法。一个画芭蕉有墨骨法，侧锋笔一画，1笔、2笔，按照这样的笔触排列，3笔、4笔、5笔，这边排列，6笔，一直排列到笔中的墨色没了，好，然后重新调墨，调点浓墨，把笔调整，然后重笔在上边，1笔、2笔、3笔，这是墨骨法。然后跳跃一下墨骨法，然后吸点水，笔根吸水，然后调整一下笔，把它衔接过来。这种墨骨法上下左右画是写意里边的一种常见表现方法。然后一勾线一勾线，这种墨骨画完了，这个芭蕉可以画得更大啊，再吸水，可以画得很大很长，把它画好啊。这一片芭蕉画好，这是墨骨法。这种墨骨法，现在我再蘸点墨。这种墨骨法，我们画当中虽然是用的多，但是有一个点，就是
排列组合出现的墨骨法和一笔形成墨骨法不一样。那么下面我再做一个一笔的，大家看，我吸水，调出墨的浓淡，我这笔根里边的水不能少啊，调出墨的浓淡。我一笔画出刚才那个效果，甚至比刚才效果变化还要大。一笔，滚动笔带上去，这笔要滚动皴擦，皴到这儿，继续皴，不动了。吸水，用笔根儿，然后调整笔墨，重新组合，又一次的画到笔根儿，然后往前带到这儿，然后吸水，笔根儿，笔根儿吸完水以后，画它的局部层次，大家看，局部层次画，画到这儿以后，继续吸水，蘸点浓墨，好，把这个芭蕉画好。这2片芭蕉是分2种手法完成的。第一种手法是一笔一笔一块一块相加，可能会做到层次多，但是这个多最后的结果可能会做到有些重复。这个虽然不是一次上去的，不是反复上去的，而是笔不离纸，滚动笔，感觉形成这个画面的浓淡，保障浓淡墨的自然结合。它的这个变化可能会整体感，甚至是画面当中的笔墨味韵味更强。这2种叶子画完了，都需要你勾筋，所以都需要有一支小笔，拿这支小笔去勾筋。先勾这第一个，勾筋的顺序是排列组合，就这么排着勾啊，可以跳跃不同位置排着勾，勾着勾着那墨就没了，就勾出笔根来了，那就拿笔根勾，最后勾到淡。这个也是再蘸一个浓墨勾它，一般都是由前面勾起，排着勾，勾到这儿，跳着勾，你就掌握好了，先勾谁后勾谁，到最后还有墨，哎就行了。2片芭蕉叶子，您可以任选一种画法，但是我认为作为写意画来说，后者这片叶子画法比第一片更有优势。墨骨法它相对的一种画法是勾勒法，勾勒法是我们要选择一支笔，比如我选择一支中号的笔，吸好水，然后调好淡墨，我勾勒这个芭蕉叶子的轮廓。比如说我在这儿做一个，大家看，我先勾一条线，表示芭蕉叶子中间的那个骨啊，那个骨，然后我继续勾勒，表现芭蕉叶子的这个分布的每个叶片，然后我调墨，分2遍来勾勒，表现叶子的叶片啊，然后表现叶子的叶片，不同的继续勾，这样表现的一个勾法。这个勾勒法是不是写意的办法？严格的说，勾勒法应该是从工笔演变过来，但是作为写意的勾勒，只不过就是勾起来要概括，就是不要像工笔一样勾得那么细啊，不要勾那么细。一片芭蕉画完了，为了和墨骨的东西结合，我们有一种做法叫勾勒填色法。所以勾勒完了以后，要用墨骨去填颜色。填什么颜色呢？比如我拿一个古蓝，或者是花青，我挤一点，大家看啊。比如说古蓝，调点蓝颜色，往里填。这个填的时候不要填满，你看
填的时候填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不太满。你看，有的时候空隙还留着，飞白还留着。中间这个骨先不填，先填两边，比如填好了，这叫勾勒填色。填当中还可以改变颜色，同样用这个笔，然后调点黄颜色变成绿的，变完绿的以后填，又填绿的。所以填色可以填出很多色来，但是记住不能平涂，一定要有颜色的变化。这是填色法，勾勒填色。那么墨骨跟勾勒之间怎么结合在一块儿？刚才我说勾勒填色，还有一种结合的更加紧密的，叫墨骨加勾法。比如说我用这个颜色，继续用这个五蓝加黄，再加点墨，变成一种绿的形式。我先画这个叶子，采取墨骨法画这个叶子。好，画好了，然后这片叶子画到这个状态，后勾，先勾骨在哪儿，然后再勾勒它的筋脉，啊，这是一种写意的办法。勾勒完了，这片叶子就勾勒好了，这边也是一种写意的一种做法，勾齐了。这是另外一种办法，叫做墨骨加勾。不管是哪个办法画，都要确定表现笔墨为准。一般情况下，画背景的时候，我们用墨骨加勾的，或者用勾勒填色的。画近景的时候，有时候为了大写意的笔墨体现笔墨效果，我们往往用墨骨。做背景，我们往往用墨骨加勾。这是叶子。另外一个就是和叶子相连的这个主体的杆儿，芭蕉的主杆。芭蕉的主杆的颜色，一般情况下在画里面，我们采取点淡墨，有一笔侧锋，2笔、3笔、4笔，这么带下来，留点飞白，一笔要有飞白，2笔、3笔、4笔，带下来。这个错落就跟画其他的树的干是一样的，要有飞白存在，它是一层一层的，要有转折的。然后适当的我们可以加进点墨色变化，比如说破点线，啊，破点线，比如上面破点线，用重墨破点线，破完线以后，比如说我们可以长出一个芭蕉，啊，吸点水，调点墨，又长出一个芭蕉。比如上面还有另外一个芭蕉长出来，这边还有芭蕉，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主干生出芭蕉叶。这个主干是淡墨，主干里边要有皴擦，一定要有皴擦。芭蕉里面又有皴擦又有墨色变化，所以这就是我们研究芭蕉、理解芭蕉笔墨的需要我要为大家介绍的一些简单的知识。下面我要进行的这个芭蕉，我们首先用一个刚才没用过的颜色，就是花青，然后用笔浓浓的蘸好花青，蘸好以后看墨有没有，因为要用墨了，我们蘸点墨，啊，花青加墨，画一片芭蕉。这芭蕉怎么画？这个芭蕉我们首先画在它的右下方，比如在这儿，一笔、2笔，带上去皴擦。大家跟我一起做，皴擦到这儿不动，收笔，干的、湿的都有。然后吸水，调整墨。调整完墨以后，画另外的2笔，这就是芭蕉和墨之间的关系，芭蕉跟颜色之间的关系都在这体现出来了。芭蕉的干的、湿的有颜色，芭蕉的干的、湿的有墨色，然后线的关系。画这个芭蕉的这个骨啊，也可以画成墨骨的，也可以画成勾勒的，也可以像现在我这么画，先画皴擦，先画，然后后吸水，调花青，再调墨，后补叶子，
也可以，这是先画筋脉，后补叶子也可以。不管怎么画，都是为了体现墨色变化，所以我们这一点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啊。一片芭蕉画好了，待会儿再勾，现在先不要勾，因为现在还湿着呢啊。画第二片芭蕉，大家吸水，调点花青，略微蘸一点藤黄，然后调墨。第二片叶子，在形态上、在构图上、取势上都要跟它不同，要向上伸，向这个方向画第一笔，看一看跟它有什么区别，颜色有点区别，一个偏绿，一个偏蓝。好，大家跟着我注意这个笔，你还同时练了这个笔法了。你看这个笔翻过来调过去，皴擦到这儿，很好。吸水，继续调一点这个墨色，把这个骨勾出来。这要断开，不断开它就没有那个芭蕉叶折过去那种破裂的感觉了，啊，芭蕉叶那个破裂的感觉很美。我们有时候为了捕捉这个破裂的感觉，还特意找一个角度专门照它那个变化。好，皴擦一下墨色，画好了，两片芭蕉画好了，现在可以勾筋了。现在这个勾筋，我要画一个墨骨加钩的，注意。我这个筋脉怎么勾？我拿起这支小笔，一支小笔勾线的，蘸浓墨，由这儿开始勾。不像刚才演示的那个结构那样，这次勾的时候连边都要勾上。加勾法是什么？不是单纯勾筋脉，还要勾外轮廓呢，还要勾外轮廓呢。这指的是芭蕉的勾法。这外轮廓的勾法，你要勾出点飞白来，不要都贴着那个边勾，有的勾到，有的没勾到。你看是这样的，啊，它就是单一种表现形式。这边也是，你看勾出一个飞白来，勾出来了，好，墨骨加勾。那么远处的就可以墨骨，我们蘸点焦茶，看看什么感觉啊？绿中带一点暖的感觉。我们重新画一组，为了和它形成构图，这组是这样处理的，这样处理的。你看，皴擦上去，先皴擦上去，然后吸水，再画过来，画好，蘸点淡墨，把它的笔墨打开，然后勾出它的筋脉，这个筋脉不用墨勾，用这个勾就行。然后适当的用墨皴擦一下，然后简单的勾出它的干皴的这个脉络筋，在里面干皴，就有点大写意的味道。它在上面出现点肌理，不那么具象，有点拙啊。画完这片叶子，我们再吸水。画另外一片，这片叶子可能就是跟淡墨有关了，很淡，淡灰色，是吧？为了顺这个势，这一片冲下，这片冲上，这片还冲下，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关系。特别淡的淡墨，然后这个淡墨里面带一点颜色的感觉，不是以颜色为主，是以墨为主，啊。同时，这片淡墨的叶子还可以压住这块空白，然后蘸一点淡墨把它勾出来。哎，这是几片叶子的穿插，然后这叶子都是这个方向由右侧的上方向左侧下方下来的。好，我们吸点淡墨画它这个主枝干，按照刚才我讲过的皴擦，勾下这个主枝干来。勾下主枝干，有点留白，皴擦，啊，皴擦。这主枝干甚至还可以点点苔，有的时候都在上面皴擦点苔，表现它这个植物的这种质地是不光泽的，啊，它有一种肌理面，啊，然后同时可以画点伸展出来的分的枝的结构。因为它要长芭蕉，是吧？
这时候这个芭蕉的形态就完美了，笔墨也完美了。画芭蕉，画面当中就要有其他东西存在，比如说，我们上节课学过竹子，芭蕉和竹子特别容易结合。那么好，那我们结合一下竹子，拿起笔来，调点焦茶色，蘸点黄，笔尖略微调点花青，啊，然后浓墨要蘸上，选好位置，画几片竹叶，比如说这个位置，竹叶有几种，有一种是短粗的，我们这个上头就适合于画短粗的，啊，同时也练了竹子的穿插了，也复习了我们上节课画竹子的这个结构了。你用墨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使画面产生一些黑白关系。没有竹子，画面当中缺墨，你在哪儿加墨？作为芭蕉本身来说，都是一种多余。那你用竹子加进去就合理，它符合一种构图，所以我们用竹子加进去。这片墨是从这儿出来的，啊，从这儿出来的，这儿出来的。好，几笔竹叶画好了，然后就看其他的有没有啊，内容要画呀。比如说有了竹叶，有了芭蕉，画面当中需要不需要出现点色彩上的变化呀？比如说加一个暖颜色的东西，拿一个小笔，我们这有一个颜色没有用，就是大红，我把它拿出来，在调色盘里挤上一点。我把那鹅黄拿出来，在调色盘里挤上一点。在南方，我们看到芭蕉的时候，往往旁边有很多野花草、野果，同时在芭蕉旁边生长，就是经常看到一些景儿。我们可以点点东西，比如说在这个位置，我点点红颜色的果，点点红颜色，画面马上就变化了一个色彩关系。怕这个颜色红，我可以加点焦茶，它就不红了。不仅不红了，还非常稳的一种感觉出来了。哎，这个果可以压住芭蕉，也可以不压芭蕉，啊，这果可以藏可以露，画这么几个，啊，就画面就好看了。然后把这个颜色又调的稳重一点，从这边露出一点来，两三个果，啊，哎，为了构图的需要，这边还有一点，再支出去。好了，现在这个三组形成一个空间，然后我拿另外一支小笔，就刚才您勾筋脉的那支小笔，拿起来，调点笔中的这些颜色，比如有点焦茶或者有点什么颜色，稍微中性的颜色，开始勾一点小线条，把这果连接起来。画面当中你画起来有很多东西是在里边是起到一个呼应衬托作用，这果就在今天这个芭蕉画里边就是衬托作用、呼应作用，啊，没有它就不行，有点小线条就好看，大家感觉丰富，是吧？然后在果上点点点儿，这果就很写实，你看，是吧？就特别像那个果在那个位置长着，而且已经熟透了的感觉，是吧？画面就丰富了。这时候再决定我这画还有什么东西，比如我飞个麻雀。所以拿起那支小笔，调一点红，蘸点墨，就开始画这个麻雀了。麻雀可以落，也可以飞。在这上呢，我首先让它落一只，落一只，大家看，落一只啊。然后点眼睛，点嘴，然后点翅膀，啊，然后飞一只。飞一只，飞的我们已经原来也画过，飞一只，然后落的这只把笔中的颜色再挤一挤，吸点水，形成一种淡墨痕迹，在笔里边，然后画它的前胸，啊，飞的这个呢，我们也先可以把肚子画下来，这个每次画的时候不一定非得按照格式走，你先画也行，啊，不要那么教条，啊，好，这时候我蘸浓墨。蘸浓墨以后画这个身上的斑点，
然后画羽翅，啊，然后把眼睛这块略微勾一下，啊，前胸这块有一个斑点，我们把它点上，下边有爪的痕迹，把它画上。小麻雀的造型就有了，写意画就是一种概念，我们只要把它的结构表现的有，让人感觉在似有似无当中，尤其写意画就够了，不要画的那么具象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现在麻雀就是画面里边的一个点缀，你画的多像，是吧？它也是个点缀，因此我们要把它画到就为止，然后嘴画好，前胸画好，然后下边也有一个飞着的露出来的爪，两只麻雀画好了，好，画面就完整了。芭蕉、墨骨和钩自然结合，后边又是淡墨和墨骨、勾勒自然结合。几片芭蕉画好了，加上果，加上竹子，使你的画面已经产生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效果。这时候我们想把这幅画继续做好，我们就可以采取原来的办法，拿起笔来，你画秋天，我们甩点秋天的点儿；你画夏天，我们甩点其他的颜色，就在这么自然的形成一些甩点的效果，就形成画面的一些肌理。这种肌理就会使你的画面出现气氛。好，下面我把这张画的题款的位置设计一下。这张画的题款，我们提一个字儿不要多的穷款啊，比如说田园去啊，比如提这么仨字，然后正好这边有红，我们把章盖在这儿，正合适。盖好章了，还可以再检查一下您这个画面有没有问题和不足。这时候一看，哦，哪儿都很好，就是我这个小鸟啊，我再把眼睛涂一下，那么你就拿起笔来，蘸一点点藤黄，把这个眼睛处理一下。好了，画面就齐了，完整的一个构图有了。通过芭蕉，我们锻炼的创作也有了。我讲过的芭蕉，墨骨的、勾勒的、墨骨加勾的、勾勒填色的，您任意画，用什么办法都可以，但是都不能失掉笔墨的干湿浓淡变化，不能失掉行笔当中运笔的这种趣味和味道，同时掌握练笔当中这种运笔的技巧的成熟，这是非常重要的。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艳丽的牡丹，清新的荷花，憨态的小鸭，优雅的白鹭。您也想画出如此生动的作品吗？那就请您跟刘存慧老师学画写意花鸟画吧。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牡丹花头的画法。刘存慧，国家一级美术师，北京市特级教师、教授，现为中国民族画院副院长、北京诗白艺术研究会会长、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朝阳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画研究会理事。师从娄师白先生，擅长写意花鸟画及山水画，尤以画风雨为佳。首先介绍一下我们准备的笔，下面我就讲一讲花头怎么画。为什么要把花头单拿出来来研究？因为它太难，它牵扯一个笔触组合问题。首先我调一点白，为了方便我不在这个盘子里做，我在这儿白。白颜色我蘸一点玫瑰红放在旁边，我再蘸一点焦茶放在旁边，哎，这个颜色就比较稳。我们看，这是一张纸，我在上面要表现几个花头的形态。一笔，好，这是什么呢？它是不是花头呢？应该说是花瓣一个。我把这笔放旁边，大家看。我再拿起一支小笔，吸点水，我调点黄颜色，鹅黄。
我再调点焦茶放在旁边，我再调点花青，一看是个绿颜色，我在旁边画一笔，画2笔，再画一笔，这就是一个没开的花蕾。我们看是不是？是。因此，一笔就是花的一个笔触关系，一个瓣儿或者一个花蕾成出。成出以后，我们就开始继续调点深颜色的红，比如说胭脂，把这笔加起来，又加了一笔，再点一笔。现在要打开了一个没有开的花蕾，经过您自己的创作给它打开。打开之前注意，这2笔3笔之间是一个综合体现，叫做分离重叠当中的重叠关系。再画一笔就是分离关系，画2笔，大家看，这个分离关系跟重叠之间要留块白，这块白我们可以不动。这时候大家想动它，一定注意这块白，或者就是不画，或者就是画一个既不是它，也不是它，也不是它的笔法。比如说飞白，一接，很好，这个花头要出现了。这种花头的表现肯定是接着就要换颜色，因此你再换的时候就是调点大红，在旁边看看，调点大红，调点曙红，看看，真了。笔尖蘸点胭脂，浓一点的胭脂上来，一挑，大家看到这个色彩多重，只要在这一落笔，你就看出这个颜色多么鲜艳啊！你看，这时候这个花头就开始出层次了。这个层次的出是靠我们心里明白我要换颜色，心里明白我要在里边要进行简单的皴擦。你看，心里明白我要找找它的外轮廓，甚至有一些飞白，遇到飞白就不许读死。大家看这个花，层次感很强。然后我们借此机会把它的远处的瓣儿再调整一下，这个花就成立了。我们现在不需要再大处理，这个花就有了。这是一个花头，是一个侧面的花头，头从这个方向，我可以把它再画的稍微完整一点。齐了，围绕这个花头，我把这支红笔放下，又拿起那支绿笔，小笔调一点焦茶，围绕这个花头，我可以添个叶子吧。这叶子当中我可以添点绿呀，添点绿呀，添点绿，添点绿。大家看，行笔当然是你们看到我这行笔了，一会儿按下去，一会儿抬起来。这个笔法我们曾经讲过多次啊，大家可以体验。这时候一个花头出现了，好，画好一个。这个花头我们不要管它，但是现在我要确定一点才能不管，就是你花蕊在哪儿。然后拿另外一支小笔，吸点水，把古蓝蘸上一点，点花蕊。这儿有一个飞白，大家看得非常清楚。这儿一块重的胭脂颜色，这个蕊不许点在空白上，也不许点在这个重的胭脂色上，只许你点在胭脂色跟空白之间，压上它们前后2个关系才可以。这是立体的。如果你压在某一个关系上，无论是空白还是颜色，都是平的。拿起一支小笔，蘸点浓墨，怕它阴，我们就蘸点焦茶，点这个蕊，这时候它就不阴了啊。这时候讲过这个知识啊，以后凡是遇到这个时候，画没有干的时候，非要上墨，一定墨里加颜色，把它记下来啊。这是一个花，先暂时放在这儿不动，然后你就看这支笔，我这支笔没有动，大家看到了，这支笔我也没有洗它，也没有涮它。好，我拿起来，我先看这笔里边的东西能不能用。这时候我就在另外一个位置画一笔，一看是干的，干的我就用它画，行不行？大家注意，花头的画法不是一种画法，肯定是多种画法。老师又演示第2个了，这时候大家集中看。老师演示另外一个画法，就是干画法入手。你看，刚才那个不是这么画的，然后吸水，老师把笔根吸一点水，然后开始加湿笔触。哎，每加1笔湿笔触，这个花形就开始出来了。2笔、3笔，又加1笔，又花形就出来了。每加1笔就是组合这个收这个花形的。你看，
你看，你看，大家看到了，又一个花出来了，哎，又一块红白。这个花是靠干笔入手的，然后老师就浓浓的蘸点胭脂，吸一点水，甚至笔尖还来一点墨，就非让这朵花种进去不可。来点墨种进去，有一个层次感，大家看就特别的立体，画面就出来了。种进去，带过来，酷笔，又一朵花。这朵花也非常美，因为这朵花是干画法入手，那朵花是湿画法入手。又拿起那个古蓝的那个蓝颜色的笔，蘸点蓝，找一个我们应该决定点蕊的位置，不要太正，点上。两朵花出来了，拿墨笔蘸点浓墨，小笔点它的雄蕊。好，完成。俩花不一样，需要把这花造型，我们还可以拿这个笔再把它稍微皴几个轮廓，就完了。吸点水，拿笔根把这个位置画点淡的。好，一朵花完成。这俩不一样吧？第三个，我们不见得非得上来先画花啊。花头的画法，你看又回来了。我们讲花头的画法，怎么让它美呢？中国有一句古语，对于绘画来说是一种名言名句，就是说花无正形。既然如此，这个花美就美在它不正，它如果太正了对着你，它就不美了。你全看到了。下面我们就想怎么才能无正形呢？我拿起那支小笔画叶子那个，调点黄，调点焦茶。我先画叶儿，先画两笔叶儿，甚至可以蘸点墨，啊，画进去，哎，画进去，画进去，把叶子画出来。我吸点水，我又蘸点墨。好，画完叶子以后，我后画花，并且这个花我还可以吸完水以后，我改变点颜色，白还没用呢，我用点白，用点白在里面，一摁，把这白摁在笔根上。用完白以后，笔里边加点不规则的颜色，让它不纯。这时候我点这个花，你看这个白出来了。你看，花无正形。当你先画叶子后补花，你不可能把花画的超过叶子的形，因为你知道它是概括的，你知道它会简化处理，因此这个花就画成这样了，正好是一个侧面的花，偏这个方向的侧面头冲右上方，偏这个方面的侧面方向头冲左上方，这个就完全是侧面，完全侧面。我拿起那支小笔，古蓝的笔，我就把蕊点在边上了，证明它是侧面。我把它的蕊点在边上，证明它真是侧面。好，三朵花画好，三朵花画好了。现在我们应该看这三朵花之间关系对不对呀？花头的画法指的不是一个呀，那么三朵花的关系就是大的，其次更小的，实的，其次更虚的，完整的，相对完整的，不完整的，那就对了。在我们的绘画当中，用花头体现的关系，应该说是体现出了一个具象、意象加抽象。下面我们就看这三朵花怎么能跟后边的花结合。这三朵花采取的是干画法为主，湿画法加干画法，纯湿画法。那我后面再来一个根本就没有干画法的行吗？所以我就吸点水，吸点水以后，我就略微蘸了一点颜色和白色，形成了笔里边一个淡淡的色调。然后我就开始画，我淡淡的画点东西。湿画法曾经讲过湿画法，今天又把它重新体验湿画法，我觉得对大家来说是一种，既是一种复习、知识巩固，也是一种重新体验。画完那个色儿了，在那个色儿的基础上，只要有颜色，你看它就好看。只要有颜色，我加进一点色儿，它就好看。怎么加怎么有，而且是画出来层次感很强。那个花比这个花还要虚，虚的甚至轮廓都不清楚了，只有一个色彩感觉、色彩轮廓、色彩的定位。好，
然后我把这些白就要利用一些颜色挤，比如用这个颜色挤也可以，我也可以利用它的叶子，或者说是其他的颜色关系挤，比如说是这种暖灰色、暖黄色代表叶子，比如说我调了点墨，用了一点墨色挤代表叶子的层次，都无所谓，都是表现它的色彩关系，花头与花头之间由实介入到虚的关系。最后你得以虚颜色收笔了，你不能都画得很清楚啊，是吧？好，我们把它的叶子表现出来，大家看。好，表现出来，大家看，弄好了。好，画到这儿了，不动了。大家看明白了，这时候我就需要讲什么呢？告诉大家，你知道我这么画，但是你画当中能不能根据我这个思路去做呢？你需要回避几个重要的问题，所以下面我为大家介绍几个跟我这不相干的，有些属于问题存在的画法，让大家引以注意。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一个就是行笔上的事儿。我们也在画花头，但是有几个行笔方法需要我们上来就要认真思考，然后确定它的画法是否正确。第一，有些同志上来以后，行笔当中比较单一，我就怕大家单一，所以我说我们先看看什么叫单一。您比如说拿笔，一摁一下，摁出花瓣；二摁出一花瓣；三摁出一花瓣；四摁出一花瓣。用这种办法组合笔触形成花，也能画出花，但是失去的是什么？失去的就是笔与墨。你这么画的结果，我不说它不好看，我也不说它不应该，我只是要问一个问题：当你第二朵花怎么画呢？那他就要回答我说：“我第二朵花没有办法，因为我第二朵花还得这么画，只不过就是浅一点。”那好，那我就说这就是问题了。为什么？因为你这么画的结果是用了一个方法来处理所有的花。我让你画一个百花图，百花图的长卷，你势必要出现花头的手法重复。所以我们艺术来说，避免的、忌讳的就是重复手法，所以要选择新手法来突破技巧和表现规律。所以因此，我觉得这种办法需要注意。第二个，在画花蕾的时候，我刚才是采取的一个办法是一笔画完，可以补笔。如果你不是按照我那么做，你可能会做到一笔完了两笔，两笔完了三笔。这种做法特别像我们看到的那个真实生活当中那个花蕾。这时候就要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绘画是在看客观的东西吗？我们是借客观的东西来表现我们主观的感觉跟主观的创意。因此我觉得我们看客观的东西只是我们在采集素材，而我们绘画当中需要一笔加半笔，或者就是一笔册封就完成这个画的整个过程，应该是最重要的。比如说这就是花托，画完了不挺好的吗？比如这是花托在这儿，画完了挺好的吗？是吧？哎，那么画这个花托的人呢，可能他就要注意，我这因为两笔画了，那我这花托这么画行吗？老师，不行，这么画我就把它作为一种错误的画法，因为它没有主观的变化，没有形成对结构上的那种自然艺术的那种夸张跟改变。因此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要跟大家谈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将要画的叶子，这个叶子在画当中，大家注意，这叶子避免你在画叶子当中形成一个这样的叶子形。这种叶子形如果你存在了，你就会2次、3次出现叶子形，我们避免它。所以这种叶子，我们曾经在前几次讲课当中，我们曾经讲技法
元素组合的时候，像笔触相加呀，像黑白灰相组合的时候曾经提过。那么这个叶子需要改变它。那么怎么形成叶子呢？当然就是另外一种办法，就是笔当中要改变方向，形成大面积的笔触组合，这个叶子可能就好。你也看不出它谁跟谁是一个叶子。画牡丹的时候，大家注意，人们都说有几个字叫做3对9顶。说这叶子怎么长的呢？这叶子长的是1、2、3、1、2、3、1、2、3，然后这么连贯下来的一个主枝干连接，两边分开，这是叶子的长法。这个长法确实不错，但是这个叶子是客观情况下把这个牡丹叶子拿下来，面对着让你看，说叶子结构是这样的，把它扔在叶子丛里边，跟其他叶子在组合当中就没了。那时候只有我现在画的这个关系，叶子与叶子之间是错落的，错落有致，安排出疏密，当然是好。叶子是错落组合在一起，叶子不能画得太板，不能画得太客观具象，花不能形成这样的笔触，而应该按照我前一张作品那么画去形成对花头的理解。下面我把那张画继续跟大家完成。怎么完成这张画？好，下面我们首先看它应该继续画什么。如果你想画一个平时画的穿杆，画一个完整的一束花，花下面有很多的活物，比如说小鸡啊、小鸭呀，随便画点这个草虫啊都可以。还是说我现在觉得它很美了，现在我画的这个花叶子我觉得非常舒服，我有必要再那么处理吗？我自己对自己提个问题，大家也是一样，你要面对你这张画提个问题，这时候你就想，我改一下行不行？我把这么好的花我就保留到现有这个现状行不行？可以。那么这时候我就拿起一支笔来，我们创作一个新的想法。比如说我把它勾出一个瓶子，勾了一瓶子，这瓶子一画，马上这些花就定位了，就这样了。因为我喜欢它，我觉得它恰到好处。然后我再做这个瓶子，说这个瓶子这么平板不好看，我做点效果吧，我蘸点墨，蘸点颜色。这瓶子做什么色呢？做蓝的。那我在上面做点效果，我做点斑点呀，做点效果呀，是吧？比如说我做点效果，是吧？比如说我在上面做点关系。这个瓶子有很多种，有一种瓶子就是自然形成的一种线条组合规律，像这个钧瓷似的，那我就加点东西，小线条，加点变化，是吧？也可以形成一种装饰，是吧？把这装饰套进来，趁湿没有干的情况下把它套进来，是吧？有的人说画着画着我不想画了，说老师我觉得我画那么多多琐碎啊，是吧？而且您刚才讲了，说这个画画当中应该求变化，那我们太琐碎了，我们表示一下它有这结构就行了。那老师，我们想用点别的办法，比如说我用点大块面的东西。那好，我说你现在跟我一块儿拿几支大笔来，是吧？你还调那个蓝颜色，干脆我们就皴擦一下，你看也行。我们在原有的这个破花纹的这个基础上，我们皴擦一下，哎，这个皮儿也很好看。所以不一定非得面面俱到。这时候这瓶有了，这时候花也有了，是吧？然后我就开始借此完善这个花。这花缺点什么？缺点叶儿，那我加点叶儿吧。这时候我才拿起来，我为了这幅画，我创造点绿叶子，啊，创造点绿叶子，创造点枝干，是吧？画点这个我没有画到的那些味道的东西，是吧？比如说点点黑，比如说画点画点小的一些变化的东西，是吧？都可以。啊，这边也是来几片重墨叶子，表现一下，看一下它的结构，啊，同时挤一下这花瓶，就够用的了。然后画一下它的枝条、枝干，是吧？撑一下这个画面的关系，啊，形成了现有的这个状态，效果非常好。然后我们就看还能加背景吗？还可以加，比如说我这儿加一个落花瓣，这没有问题，是吧？然后老师告诉你呢，你可以在下边画一个装饰，比如说这有一条线，啊，这一条线，这条线画完了以后呢，我可以继续装饰它。比如说这时候我就可以加点层次，比如我用淡墨的形式泼一泼，淡灰墨泼一泼，
这边用淡灰墨破一破，使画面形成一种自然的一种创意。然后我把后面加点内容，是吧？我觉得我这个应该放在室内，春暖花开季节，外边的花非常美，我在室内也增加这种春意盎然的感觉。那我就在这儿，比如我画一个窗户，用写意的办法画一个窗户，画一条线，这条线正好支撑了这边不足。原来我这边不想画花了，是吧？然后我继续把这条线勾出来，蘸点颜色。这个窗户呢，我可以破这条线，我可以破这么一条线过来，形成它是窗户，两条线的颜色在国画写意里面不一样都不要紧，你只要站位有就行了，有虚有实，是吧？然后这边是空白的，那边怎么办呢？那边我想给它堵死，比如说我画在这儿，堵死它。为什么？因为这边是空着的。好，我堵死它，形成现在这个关系，形成了这个关系，画面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好，窗户出来了，画面也有了，是吧？大效果也出来了。下面就是我要把这张画完善，哪儿最精神？花头的处理，花头的表现方法，花头的造型，最精神的应该在花蕊上。还没点呢，把这支笔涮干净，调点白颜色，拿出来，藤黄拿出来，正好刚才这个颜色已经干了，我们就开始点它这个蕊。这个蕊是体现画面最精到的地方，色彩最响亮的地方，画面花头的位置、透视，甚至花头的姿态，都靠这个蕊来定。好，看完这个蕊，画面整个效果就出来了。这张画有一种新意，怎么来的？开始咱们没设想，就是随着跟我画，随着跟我一起想，然后最后觉得这样最好，因为这样最能够体现你要表达的这个艺术效果，而且也符合我们所说的，我把这底儿画了，也符合我们所说的意在笔中，不断的出心出意，在绘画当中二次造型都符合这个理念。这时候我们就觉得这张画可能最好，因为你是出其不意的，因为你是原来没有按照你的套路做的，你总是有一次新的创作当中过程当中的一种新的发挥。这时候我们就开始说怎么提这张画的款啊？这张画的款肯定要提出点感觉来，提两个字：幽香图。然后这儿有一块白，这儿一块，这儿一块都有。这块白怎么办？这块白，如果你觉得它和后边这块空间，后边是表示窗户外边的空间，你要觉得为了跟它区别，那你就把这块给它涂上点色调，但是不要涂死，要有飞白的。你看，哎，到这儿甚至干脆这块白就留了。你看留这块白不一定难看，而且留这块白是非常舒服的，留着。我觉得现在这个画面恰到好处，还是那个道理，这时候可以甩点点了。如果您觉得这里边都是墨骨，我不舒服，说老师我就想勾金，而且我喜欢那种勾金的那种感觉效果，那您就勾，您就从这儿开始勾金，现在勾金正合适，您就勾。好，现在就要盖章，一张画盖好章，画好。我们是在讲花头，我们在拿花头来谈，不规矩的和规矩的我们都在谈了，但是蜻蜓点水式的学这一点还不行，需要大家在课下练。将来在讲牡丹当中，我还继续把花头知识介绍给大家。今天就是为了大家能够领悟这个知识点，给大家抛砖引玉，做一个小的铺垫。希望大家课下尝试一下，把花头反复的练一练，看能不能摸着一点规律。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